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师傅好。今天咱们聊一聊关于怎样睡得更好因为有这个失眠这个现象的人太多了，几乎人人都失眠过，但是有相当高的人的一个比例的一个数字很多人是不是又达到1/10或者1/5这样高的一个人群常年的就是处在这个失眠状态，就越到晚上越兴奋就是根本就睡不着。那我呢也会总结一些方法。那有些人这个在就是到睡眠的时候呢，他可能他的某种行为是不太正确，或者某种饮食不正确才导致呢就是容易就是不易入睡不容易睡着觉那么一会儿我们都会聊到。再有一些呢，就是我记得是1年多前专门为这个睡不好的朋友呢录制过2支特殊的加持助眠催眠的音乐效果也是相当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都会去介绍那我想一开始呢，我想我们还是听一听我们的网友来信是非常有意思大家从中呢也都会长知识长经验，学到东西先听第一个。我叫做张庆章，我来自台湾嘉义，今年65岁。离这个2005年我的囝张成凯因为严重的车祸医生讲这你莫死你咧救起来上介好是植物人啦。我伫想伊讲，咱干那一个囝尔，当然会足唔甘的嘛是硬甲固定硬甲抗难的我伫厝心情拢感觉足郁卒的足烦足杂那种迄种感觉，所以怎会啉酒啉掉咧，就是安尼。你无啉酒，伊佫困袂去，困袂去，隔工佫无精神，久来就拢啉掉咧。我超2010年迄个时间那以58度来讲，无啉到超500cc就困袂去，感觉人足神足懒的，就拢困入去，那醒那无困，那困你就困袂饱，迄阵心情会很乱，尤其你想拢会负面的，一直想一直转了最后一直想一直压榨起来，有时感觉人生是足黑暗的那种感觉，感觉人生活得真的很痛苦。我是2014年，迄阵我是入去普利山区，我是参加健身班8天半。当然拄去的时阵，咱你看，大家拢无啉酒，咱去啉酒的，才会看靠近。咱种感觉上就看唔对，因为算一个足清净神圣的所在。结果就忍受下来安尼。结果你伫听班甲练好，甲这个做这大光明，还是讲你早时起来行八卦，迄种感觉来自然。咧酒无啉就无影遐艰苦。困袂去嘛，无遐艰苦。我感觉练功法，那就有一种能量，袂感冒，你感觉足忝那种感觉。所以你要的8天半，拢你要足自在。到现在已经有8年都没有再喝过一滴酒。我拄头行八卦内功的时阵拄头行拢5分钟，就面拢变色嘅，因为规副都无力哩安尼面都变色嘅，因为无会体力，无会精神好行。拄头咧行是虽然是困无好迄种感觉，但是袂感觉较忝。所以半冬了，我就逐工咧行，风雨无阻，一直行到尾拢行1点钟。睡眠的时间会愈来感觉愈好瞓，头超拄咧困的时阵超2点钟、3点钟，过来就是有累就超3、4点钟，过来5、6点钟安尼，过来拢正常。半冬过迄个中间拢足正常的。行八卦了后，我生活拢超很有规律的生活，拢超10点瞓。3点外就精神啊，因为我早时起嚟，然后搁去整理八卦店。即摆过来是讲，甲以前的比较，即摆起来精神起，规工的精气神拢足好个。因为行八卦了，迄种感觉，我感觉咱袂输，我继续改变迄种感觉，愈然后感觉心情好搁骹步继续起呢。过来这膝关节这个拄头咧行是，咱就去刷抓咧磨迄种感觉，两骹拢同款。拢很酸痛，完全无得行，就该休息。过来半冬后，我连续行半个钟，迄酸痛的感觉全无去。骹头嘛，其实足有力的。
啊，活动迄个能力，感觉讲恢复咱超到40外岁迄个感觉，感觉体力也足好迄种感觉，身体也足勇迄种感觉。搬物件也拢袂酸痛。以前哦，敢若压咧，要搬物件压咧，迄腰也袂得。啊，即摆毋是啊，你安那压那用，伊就共款是，咱就讲很自然迄种感觉。啊，每一天的生活就是拢很期待，讲我就是要来行八卦迄种感觉。啊，搁来着我差不多伊分享讲，搁下分享，搁加一段快乐迄种感觉。你感觉很有意义，搁感觉讲过了日子过了很充实。感恩师傅，我搁再重生这个生命。我感觉人生搁过了才有意义，过了会当再健康，过了再快乐。这个张先生很有意思哈。对呀，哦，之前的话他是好像借酒浇愁，对，之后呢再来好像睡觉催眠助眠。是我觉得那不是睡着觉，那是喝醉酒就灌醉了吧自己。啊。那50多度高粱酒，那个就很容易喝醉的呀。对，而他喝那么多，而且量越喝越大。对呀，喝1斤酒哦，我的天啊，所以也不是睡着了哈，就是自己灌醉，就是醉过去了。对，就好像借酒浇愁的感觉。对他，因为也是人生中碰到不如意的事情嘛，心里烦。对，家人这么大的一个大事儿，对，对，他有他的不容易。对，就是但是呢，因为你看这个睡眠，它是因为得到是某种刺激哈，是，对，哎，造成失眠。对，担忧。那他这个喝酒其实也没有真正的帮他解决掉这个失眠的问题，那还是来到了菩提禅修之后啊，修炼禅修，还有八卦内功，哎，就让他第一戒了酒，第二恢复了正常的睡眠，啊，第三身体也越来越有精力哈，也变年轻了。对，对，真的是他愣是一滴酒没沾之后，8年来就挺神奇。他不需要了嘛。对，这一点是很棒哈，非常好啊，哎，还是很有毅力的。对。对这张先生现在你说这个腿脚也灵活了，对，膝盖也不痛了，是的，并且呢，心情也好了，腰也不痛了，对，哎，睡觉也好了，对，而且每天还去走八卦，哎，还给这个八卦点的朋友们服务，对，你看多好啊！每天你看看，生活的很有乐趣，很充实，神采奕奕，是，对，在一边自己受益还带着别人受益哈，是的，真是不简单哈。对，真不错不错，我就发现他们失眠的啊，这些长期失眠的这些人吧，他这个如果想改善睡眠，改善哪怕1个小时半个小时，他们都觉得哎呦，今天睡得多了。觉得心情会好一点，就是这样。是他们的改善都是按分钟来计算的。是，他就躺在那里啊，翻来覆去，用各种的招数就睡不着。对，所以每一晚上多睡了半个小时，就觉得谢天谢地啊。对，对，真是哈。可见还真的好痛苦啊，失眠的话。对，还是这个八卦内功的作用强大哈。对，八卦内功、菩提禅修，真是哈从根本上解决失眠问题，而且还快速，特别快，哎，是，对。好，那咱们看看下一位的见证者的故事哈。师傅，我们要不要给张先生送一份礼物？他要礼物吗？你说？我觉得他需要，他还是需要师傅的一份礼物跟加持，好吧，让他更健康。好，台湾现在也热了哈，哎，看咱们又透气又清凉，又看起来又帅气的八卦山哈。好，祝张先生呢健康长寿，如意吉祥。收到，感恩师傅。那我们看下一个，看下一个吧。好的，我叫林丽华，今年50岁。我30岁就开始有睡眠的问题了。我这样的状况有10多年，完全不能睡。有5天我完全是不能睡觉了，就是我只有2天我可以睡的，就是2个小时到3个小时里面罢了。轻轻一点声音我就会醒起来了。有人跟我讲可以数羊，他们讲你数羊啊，数到100次了就睡觉了。我就数到100次了，还是不能睡。在这个过程真的是很辛苦的。
不能睡觉啊，是一个折磨，你很难煎熬啊。在晚上那个时段啊，我没办法睡，就是我翻来翻去都睡不着。我白天呢就很困，可是我要照顾孩子，要做工嘛，困我也是要继续的忍耐。我失眠的问题就导致我有边头痛，边头痛比我的失眠更痛苦，因为我的边头痛是一边的痛了，整个这个眉毛、眼睛，整个这边脑袋都是痛到完了，那种针在扎你的感觉，真的是很痛，痛到我一直吐啊。这个边头痛是没有给你限时间的，就想要来它就来。1个月里面的时间，我最少都有4次。我知道吃止痛药是会副作用，我都要承受。刚开始吃的时候，我是吃1粒罢了，舒缓不来，我就再加中强的止痛药，也舒缓不到我。那个卖药的跟我讲哦，他讲再强下去，你再找我拿药是没有药了，它是最后一个款式的药了。就到我吃到最后没有药了，哎呀，我心在想，就算吧，就敲头，我就会一直在敲头。我用手敲都不行，我就敲墙，我就用我的头去撞墙壁，那种最强的那个止痛药啊，吃到我真的是整个人很后遗症了，我觉得自己有后遗症了，那个副作用很大。到我30多岁的时候，我的记忆力就慢慢的退化了，我就心在想，我才30多岁哦，这么快就中了老人痴呆症吗？那真的是很恐惧了，我整个人就很害怕了。2015年的时候，我就来参加菩提禅修8天健身班。上课的第1天，我就修这个大光明修持法，我感觉到整身很热，能量很强。修这个法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轻松，很自在。从我第1天开始参加这个8天健身班之后，我的睡眠就改善了，很好睡了啊！一睡就是有6个小时的睡眠了。我起身的时候，我在想，哎呦，这什么？我第2、第下，我这么好睡吗？我可以睡了哈，真的是多么的美妙，因为我不用再数羊了。上课修大光明修持法，这个边头痛没有了，我就很开心哦。我就跟自己讲，我一定要好好的回去再修，90天的时候就没有再发作了，痛感觉也没有了，折磨我这么多年的边头痛，修这个大光明修持法之后就消失了。我经历过痛苦，我才明白健康跟快乐是多么的重要。我每天3点多我就要起床，静静的修行，每一天都要坚持修5个小时。这个8年里面不必去看医生了。我遇到师父的法，第1天上课就是我重生的日子，我就要好好的珍惜每一天，我也要好好的修师父的法，来帮更多的人把师父的法传播出去。感恩师父。师姐，我觉得这位马来西亚的林小姐，可能是我们看到现在每周睡眠时间最少的了吧？好像是哈。对，她还不光是失眠，完了还引发这个偏头痛，这个痛苦到她都用头去撞墙，而且那个频率之繁多哈，就是一个月要来4次，对，那1个礼拜就得。哎呦，都没法想象他的痛苦，真的啊！他1个礼拜才睡4个小时，1个礼拜睡4个小时，那一天就半个小时。对呀，对，我天，晚上睡不了，属羊，白天还要承受这个偏头痛的这种折磨，好惨呢！哎呦，这没法想象了。你等于晚上没睡觉嘛？就是呀，你天天如此的话，谁受得了啊？对，旁人又很难理解哦，说你没个其他什么的，怎么就会有就睡不着呢？对，就睡呀，属羊啊，对吧？哇，真是，哎呀，属羊还没用，越数越清醒哈。没用，对，属骆驼都没用，真的，这个问苍天都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他后来就是那个失眠的问题也解决不了，然后偏头痛的这个药吃止痛药啊，越吃越厉害，吃到最高级的了，都没药可吃了。对，
你说那个时候多慌嘛？这人生没有前途呀，看不到未来了。对，看不到。对，好在这个时候结缘了菩提禅修，那他都没想到说一期健身班下来就能睡着觉了，对，然后偏头痛就缓解啊，3个月以后，10年的偏头痛就好了。哇，这个变化太大了，太救命了，真的是。以前属羊都睡不着，1个礼拜睡4个小时，现在一觉就睡6个多小时，掉到地上都不知道。你说说这个是，我天，差别也太大了，对。对。但是真是为他高兴哈，就看他的见证，让我心情起伏跌宕。就是一开始，哎呦，皱着眉头。哎呦，真是为他揪心！看到最后，哇，掉到地上，我都替他高兴，就是这样，这是好事儿啊！这是没事儿，对，还睡着呢，真是开心呐！所以你就想象这个睡眠的痛苦，还有睡眠引发的这个综合的那些反应哈，就顺带出来的问题是那么多，那么痛苦。他偏头痛，还有记忆力丧失，对吧？老化，整天不睡觉嘛，对，谁能记住事儿的？哎，师傅，我有个奇思哈，就是瞎想的，就是如果像林小姐这样子，反正晚上实在也睡不着，就别在床上翻来滚去，那个我们讲像烀烧饼一样的，对吧？那上哪儿翻去？不是上哪儿翻，他能不能干脆就起来做点啥事儿？然后还有精力呀。对，其实他想呢，万一能睡着呢？他每天晚上都盼着这个，因为白天他若干天没睡觉，白天又忙一天，觉得到晚上其实是他精疲力尽，他非常希望，万一能睡着呢？他是这个意思，所以不能做别的。这个失眠的人哈，这双重痛苦，躺在床上，就是一到晚上哈，又特别盼望着去睡觉，又特别怕睡不着，我感觉又是一夜无眠，就是这种。在晚上的时候，就感觉像要领个工作任务一样，就看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做这个任务的感觉。哎呀，然后又要靠倒计时，很痛苦。对，而且吧，如果是这样睡，其实家人都会受影响。那当然，对不对？对啊，你没法睡，你不会睡，就刚才林小姐说的，一点点声音醒，她马上就惊醒。其实家里人也是，就是小心翼翼，要非常小心翼翼。我记得以前我们讲过失眠的时候，也是有一个师兄，他见证他太太失眠嘛，那师兄还得陪着，还得给他倒牛奶，一会儿倒个热牛奶，哎，讲故事，陪着看电视剧没用，陪着数羊都没用啊，就是一家人也跟着。确实是关爱，但是也起不到作用呀。对。像这位林小姐呢，一开始先接触我们的菩提禅修，对，通过禅修，立刻就见效了。是的，她就能睡了。对，而且睡得很好。对，她睡得就很深沉呐。对，睡得很舒服。那么之后呢，又跟着一起走八卦内功。是。最后这2个方法结合起来，对，到了3个多月是吧？这个效果发挥了绝对的作用。对，3个多月解决了10多年的问题，而且他的这个失眠真的是，我觉得是顶级的了，都是，非常严重。对，所以我觉得他偏头痛应该也是由失眠造成的。对，他也是这样认为的。并且的话呢，是好像他其他的问题哈，比如说。他说的有个漏尿问题，不是他的哈，不是他，是另外一位学员，是另外一位的哈，他很多问题得到了解决哈，对，反正就是他这个呢，就是他来到菩提禅修之后的这种综合的修炼哈，对，是非常非常见效的。那也想跟新网友们介绍一下哈，如果你也有类似的，其实不光是失眠了，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还有这个心灵上的这些烦恼，都是可以到我们菩提禅修机构来的哈，对。那么就到我们的菩提官网上，你在哪一个地区，你就看你就近的哈，在美国、加拿大，在亚洲很多个国家，台湾、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澳大利亚等等很多的国家，我们都有我们的菩提禅堂，你就去上课学习至少打电话去咨询
那么呢，还有刚才我们都说到，这个前面的两位讲故事的人都讲到了八卦内功嘛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八卦内功当然也欢迎大家到禅堂去学习。另外的话呢，如果不方便，就可以在家里通过网络，在网络上跟着金菩提宗师，跟着师父亲自教授的课程来学习。对，你看这个就是在 YouTube 上面啊，你就能找到神秘的八卦内功这一个网络的课程啊，其实很容易，你就是在 YouTube 上搜金菩提，然后搜八卦内功啊，关键字一下就会跳出来的啊。那也可以呢，到我们的菩提禅修学院的网站去专门学习这个课程，那我们都为大家都编排好了啊，非常的方便啊，这样子，那你学了之后，每个人都会受益的。对对对，难得是你找到这样的一个好的方法啊。对，那么还有神奇的在更后头哈。哎，那我们也给这一个林小姐也来一份礼物吗？要好，好的，这个。对，圆了她一个美梦哈。哎呦，真是圆了美梦。哎呦，我送你一个这样的挺漂亮的一个坠子的首饰哈。这个材质呢是一种彩色的贝壳，加了一个很精美的镶嵌哈。希望你呢美梦成真，睡得更好，好吧？收到，感恩师父。还要健康长寿哈。对，感恩师父，太好了。恭喜你，那我们来看下一位。看下一个啊，特别好哈。师父好，我叫林向当。我一直以来呢都有睡眠的问题，就是睡眠比较浅，不容易入睡，然后睡着的时候呢也就会睡睡醒醒。特别是在2019年，我做了一次脑部的手术，就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就是我快睡着的时候，就会人突然好像踩空了一样，然后就会这样子惊一下，就整个人会抽起来。那时候就心特别的慌，不知所措，而且就是睡觉的时候，一直会焦虑啊，因为家里有4个小孩，所以事情比较多，就是等等各种大小事都会担心。抽动的这个症状呢，差不多维持了2年多。有幸呢，在去年的9月份遇见了八卦内功，在7天的课程下来，我的睡眠也有了好转，所以我已经爱上八卦内功。之前呢，就是会1个礼拜有可能会4、5次或者5、6次吧，几乎就是差不多天天都会发生，就是一直会担心。那走完100日筑基呢，睡觉一下子惊起来，那个症状都没有了。睡觉也容易入睡了，不会那么睡睡醒醒啊，一觉睡到天亮。因为以前的睡眠不好，所以心情也不好。特别是碰到小孩子打打闹闹啊，然后叫他们写作业，他们也不听，那我就会去吼他们，他就比较调皮，就跟你对着干。我就会吼我老公，哎呀，你怎么不管一管呀？我们就这样子吵起来了。八卦内功的修炼让我沉稳了很多，让我整个人就是放松，不会说遇到事情就会暴躁。听了一些师父的开示呀，从中学到了跟家人相处的一些方法，教育小孩的一些方法，小孩子也听话了很多。 She's more calmer. I don't argue with her as often as I do anymore. Like I used to argue with her constantly, and then we've grown so much like closer. But yeah. 所以说我改变了，家里人也是跟着会改变的。生了小孩之后，就是有这个漏尿这个症状发生了，走了这个八卦8个月左右，就碰巧打了个喷嚏，然后就想起来，哎，打喷嚏怎么这次没有漏尿了？是不是好了？之后也打了好多喷嚏，也没有漏尿了，所以说8年之久的困扰就这样子解决了，我真的是很开心。
非常的感恩师父传授给我们这么好的禅修方法，让我们得到了健康快乐，让我的家庭也幸福和睦了。非常感恩师父。对我们听到他的这个见证也是挺开心的哈，对，我们都脸上不由带出这种会心的微笑。对，是，他的失眠问题也是，一个是家庭琐事太多，4个孩子的妈真是能够想象哈。对，你看白天都快累趴下了，对，晚上还睡不好，真的。其实他还是很，你想他一个小家庭等于6口人，他还多忙啊！他还很孝顺，他还有父母呢，还养父母。对，他是一个大家庭来的。哦，这就至少是8口人、10口人，能够想象哈。对，那是够累的，够累的。然后他自己还做过一次手术，但术后还有留下一个后遗症，就是睡觉就惊醒。你这个很难过的，这个对，真是好不容易那他就光是这种惊醒的现象都2年之久，你说是天天好不容易睡着了才惊醒，真的也是够折磨的了。每个人的苦都不一样，不同形式、不同时间、不同状态，但是这折磨的厉害都是一样的。你就说到点子上了哈，各种人的苦不一样，但是这个药方都一样哈，就是八卦内功啊。对，那他修了之后就是100日筑基嘛，师傅讲，也就是你就坚持修炼100天，他100天之后这见效很大呀。折磨他2年之久，就是几乎每天都会睡觉，夜里会惊醒的这个症状就没有了啊，就睡下就是睡，就一觉好眠，就这样子啊，这个是一个最突出的一个表现啊。对。还有一个意外的惊喜呢，就是他其实还蛮困扰的，生完孩子以后带来的那个漏尿的情况，不知不觉中也好了，以至于他是这次打了喷嚏怎么没有漏呢？好了呀，对，真的。我们讨论一下哈，就是说这个，因为有各种的原因造成的，有些女士哈，就是到中年的女士，这也确实有挺不少的。有这个漏尿现象哈，对，比如打个喷嚏啊，咳嗽一下，还有一跳啊，对，跳还有笑，都会。你想想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觉得是不是还是因为年龄大了以后，这个元气不足了哈，这个特别肾的肾气不足了以后，慢慢的就会影响这个叫什么系统？泌尿系统。就是能量不足，它 hold 不住，是不是？回答完全正确。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就是你的元气啊受到了伤害，就损伤了，就什么感觉呢？就是有点像就是汽车的轮胎啊，当今开车的人比较多啊，汽车轮胎。比如说需要加10个气压，因为我们这个气的计量单位我不太了解哈，我们假设就要10个气压，对吧？就用气管打的话要打100下，它才饱满，是吧？对。可是有一天它慢刹器漏了，剩下1半气，那你看这个轮胎它支撑汽车的时候，是不是就有了困难呢？有啊，你看看，它就没有那正常轮胎跑的有力啊。其实跑得动嘛，非常麻烦，他把汽车都带坏了。对，是啊。接下来那个这个叫轮胎吧哈，轮胎更容易压坏。对呀，是，他会把那个钢圈都给压坏了。没错了，那接下来就伤到了汽车本身。对，是。那汽车跑的，如果它那个气只有1半，它跑的速度是否正常呢？不正常，还挺危险的。对，还很容易跑偏，就是翻车。对，所以当我们这个能量不足之后哈，当然人不同于汽车，但是人如果能量不足之后引发的问题，比汽车呀更麻烦。对呀，因为你所有的，你看从五官的支撑，再到心脏、肝脾肾肺等等的，它都需要能量支撑。是，就包括你的泌尿系统，对，就是膀胱需要去小便的时候，它这一股能量也同样如此。是，这无论男女哈，就是说，总是有的时候总想去尿，这是呢，尿的时候又挤不出几个点儿来啊。但是总是有感觉，总想去尿，是吧？
尿真的又没多少，哎，再就像这位啊林女士这样，一打喷嚏，哎，就漏一点出来，还有哪种情况来着？漏尿的哈，对，对呀，还有一种就是说，我想去小便了。还没等跑到厕所，哎，已经把裤子给尿了。还有这种现象挺奇怪哦，这为什么就是意念一起，他立刻就不能？还有意念，还有就别人在那儿洗东西，水哗啦啦啦啦一响，一看人家水管子一流水，马上就 hold 不住了，裤子就湿了。对，也有这样的，就别人给水管那个误导的。是的，是的，这个是不是神经性的呀？这总体就是 hold 不住。整体来说，就是他这个整个元气能量太弱。对，哎，当然像他这个有原因呢，是前头生孩子，生了4个，甚至没养好，连着生4个，这妈妈厉害哈。当然还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的生14、15个，那更麻烦了哈，更难以去对付这帮孩子哈。对，但是这妈妈呢，几乎都累惨了啊。是，对，很累。对，所以这个妈妈呢，就是她前头不是还有个手术吗？对，她脑部还动了一个手术嘛。尤其是你有动手术本身也伤元气，就不知道伤到哪头。没错，有的伤元气，有的伤神经。真的就是这样。对。那也有人说，有的就是，比如说切一个阑尾炎是很小的手术吧？你想会不会伤元气呢？也会。只要在你肚子上打个眼就是伤元气。是的。记住这个哈，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他又生4个孩子，还做过头部的手术哈，其实就是伤到了，真挺勇敢的。对，师傅，那您说那个轮胎漏气的轮胎，咱买个新的换上就行了嘛哈？对呀。那这个，咱这个身体这个器官那漏尿了，那咋办呢？靠自己打气。这个气这个能量，比如说哈，对呀，我们比如说，当这个医疗比较发达了之后哈，某一个脏腑。他们有人是换什么？换肝还是换肝换肾？换肾。对，换肝换肾。比如说有一个肝或者一个肾坏死了，也不能治了，要把它切出来，对不对？对，移植一个。要移植一个和你的很多这种指数能够配到一起的，可能超过40、50种指标能吻合到一起的。给你这嫁接过来一个。就把比如说有个人突然撞车死，但是拉到医院还没有真正死亡死透，对不对？家属签一个字可以捐献，有这样，就弄一个肾出来，正好又匹配血型各种型号匹配，给你装进去啊，这是一个方法。但是这个能量匮乏，你换什么呢？对呀，没有什么换。对，就是那个问题嘛，就是我们自身，假设自身是一个轮胎的话，我这个气不足了哈，能量不足了，咋给它再打进来呀？对，我们只是说打气这个词就比较好，对，但是我们一般不懂啊，对呀，也不听我们这堂课说，我还有气，我还需要打气，我还需要这股能量，我们说把这股生命的能量叫称为气，其实中国古人又是称为叫什么呢？就像比如说，这个天地没有真正明确出来的时候，没有日月星辰，没有地球的时候，那个时候叫做混沌状态，就是地球就是全宇宙及一锅粥，分不清你我，没有什么生命，就是一种就是混沌状态，谁也不清楚是什么样子，就是这样。然后到有一天，当一种机缘来了，就像爆炸一样，宇宙来个大爆炸。也就像中国古代传说那样，开天辟地，这个好像轻的气呢向上走，成为了天；那比较浊的和重的、很浓重的能量，这股气呢向下沉，就成为了大地。这是这个传说哈。对。但是以这个概念来说，说人的就是这样子。它一定要有这一股气来支撑着我们整个身体能量和运作，咱比如说，这是面色红润，眼睛明亮，毛发清秀，声音洪亮，腰板挺直，这是一种健康还是不健康？健康。对，这就叫元气十足。
对，咱们也说精气神儿十足。对，就充满了精气神。对对，甚至是我们家乡都会说这人很精神，对，精神精神就是充满着精气神的能量，对，这叫精神。哎，所以这个精神呢特别的重要，所以古人把这股能量称为气，我们也把它称为气啊。但是呢，因为得病，还有先天不足，还有先天在某个时期，也不是先天，后天的时期，比如说饮食、工作，比如说工作太疲劳，饮食跟不上，也一样是消耗这个能量。是，还有情绪消耗能量，比如贪嗔痴慢疑，比如贪财贪色，是吧？不一定你干了啥，你操劳啊，消耗能量，对啊，尤其遇到重大的这种灾难型的事物，是吧？比如你这个，比如从孩子来说，比如说家长出问题了，是，比如撞车了，对撞残废了，哎，孩子们这个心里这个痛苦啊，揪心的，可怎么办呢？哎，这个时候就可能元气大伤。受伤。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手术，因为各种的原因造成我去做手术，也同样可能把该切除的肿瘤切除了，可是呢，肚子切开的口子呢，就是元气又流失了，所以要恢复元气呢，比如说伤筋动骨还需要100天，对不对？对呀，元气恢复的话，最快也要365天。哦，一整年，但是，如果你的方法不得当，生活过得并不清闲，也许永远都不能康复。就落下病了，就这样对讲。就是这样，你又没钱看好的医生，就这样脱落下去之后，你每天都要重病缠身。对，就是这股能量。还真是。所以当这股能量、这股气拖不住你某一个脏腑的时候，比如说肾脏与膀胱这个系统的时候，所以当你的这个膀胱里面比如充满了，比如说一斤的尿液的时候，你的大脑讯号大脑神经告诉你自己，说我要去小便排这个水，对，排出这些液体来，对吧？这个我们这个天生的人，健康的人，他就是这样子的。可是当你这个能量呢，就像这里需要有一种电能，那电能如果不足的时候，你的膀胱这个神经系统呢，它感知经常错误的。比如说膀胱里头没有尿，没有液体，一共那么2滴，对不对？但是你这个系统呢，就觉得有点紊乱。虽然2滴，但是你不知道有没有尿啊，因为身体不透明。就上厕所，在那一蹲嘛，出不来，没那么2滴，对不对？还有那种现象，说我还急了上厕所，还没等走出去3步，哎呀，或者是了，就是憋不住。就是我们这个往外放尿有一个阀门，无论男女都有这个阀门对，所有的动物都有这个阀门。当你这个能量不足的时候，就给它电不足，就像开一个电的门一样。比如说我有个开关电的，一按这个门嘎开了。可是我这个电不足，它嘎要开不开甚至开的面都相反，都会，就会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动作。没错，对，开也不开不开，合也合不严。没错了。说不该尿的时候，露出来了。说该尿的时候呢，它给封闭了。对，就指挥不灵。这些现象。包括晚上总去尿，是，比如上2次以上、3次以上的，这些都是你的元气匮乏造成的一种现象。对，当这种现象的时候，它会容易掉发，眼睛也模糊，牙齿也觉得要断牙齿，或者是牙痛、牙不舒服等等的现象。掉牙、黑眼圈儿就各种这些问题就都产生了。对，就是就很虚了，人就是元气不足、能量不足，就很虚弱变得。对，并且记忆力和脾气都不好。脾气不好，这个林向丹不就是说了吗？好像前面几个都是脾气不好，失眠了之后，就是人能量越低
就是情绪也不好。是，其实就像刚才一样，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能量不足，尿也 hold 不住，其实一样的，能量不足，脾气也 hold 对，不住，情绪也 hold 不住。对，就是什么事儿都变成天大的事儿了，就是。是，然后只能靠吼来解决。对。所以呢，他呢走八卦100天哈，哎，这个事情发生了转变。对啊，首先是睡得安稳了，睡得很深沉。对，哎，并且呢，就是一觉到天亮，没有惊醒，而且躺下去就容易睡着。对，还有呢，就是这个8年的漏尿问题。对，终于消失了。是，在他不知不觉的过程之中就消失了。关键多尴尬呀！对呀，是吧？是，尤其里面夏天穿的又薄，一不小心打个喷嚏，结果就很狼狈。我记得以前我们有个学员也是分享说，他说他就从此不出门了，因为太不方便了，没法出门。对，是出去吃饭都不行。是，对。我就认识一位老阿姨，然后那个在机场，那个飞机就是快到点了哈，就赶紧地往那个登机口走，就走得快哈，就快走，她就 hold 不住尿，结果就尿了，哎，真的很尴尬呀。到了飞机上，人家那反正空姐还挺好的，就给她找了睡衣睡裤又换，哎呦，真的很尴尬。对，你赶飞机，你又不能不赶不上吧？哎呀，真的狼狈哈。都好在还有方法，都可以挽救。所以这些人就特别适合走八卦，一走就好了。有这种类似这个现象的哈，大家赶快去就近找我们的禅堂，对，找我们的优秀八卦点去学习八卦内功，是学习菩提禅修，真的是很有效。对，或者就是在网络上跟着师傅来学习走八卦，哎，一定都是效果好。当然啦，就是自己走不如一群人一起走。对，确实是。哎，自己走本来自己有健康需求但是因为各种的原因会导致其实你没有这个能力让自己撑下去。是，就定力不足是。跟大家一起走呢，这个能量就更强那么我们恢复健康呢也更快，哎，特别的好。那我们也给这个林向丹4个孩子的妈妈也给一份礼物。好，送他这个珍珠耳环吧。哎，美美的，很美的。对，祝愿你美梦成真，如意吉祥。收到，感恩师父。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则分享。师父好，我是德英，我来自于台湾新北海山禅堂，我今年54岁。那因为更年期的因素，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我的心悸都非常的严重，然后常常翻来覆去，然后一直在寻找让我自己心脏可以觉得比较舒服的位置，然后可以让我入睡。常常这样子，大概都需要1个多钟头的时间，我才能够慢慢入睡。所以说实在真的是非常的煎熬，而且入睡了以后呢，晚上呢都还会起来2、3次去上厕所，所以我的睡眠品质其实是非常的不好。那上个礼拜师父直播的时候，给我们提供了菩提睡美人茶的方子，那天煮了我就喝了2杯，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发现，我怎么没有心悸耶？然后既然在10分钟内我就睡着了，然后那天晚上呢，我竟然只起来上了1次厕所，然后我的睡眠品质也变好了。然后让我最开心的是，那天我在量血压的时候，其实我的收缩压本来大概在140，舒张压在94左右。那天晚上量的时候呢，我的收缩压呢竟然降到了128，那舒张压呢降到83。我大概有4年的时间没有这么低的一个数字，我真的好开心哦，好雀跃哦！我真的觉得师父您这个帖子怎么这么棒啊？菩提睡美人茶真的太棒了。我真的非常感恩师父，也非常爱师父，谢谢您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方子，谢谢您，感恩。
这个没想到，我还以为也是八卦内功哈，结果没想到是睡美人茶让他睡得这么安稳。对，这是也是师傅贡献的一个偏方。对对，我们好多网友都已经尝试过了。是的，对，很有用，很有效，是很有效。对，咱们在场的人有人试过这个偏方吗？也有喝过，也有哈。哎，有。香可有效果没有？有吧？结果睡到下午2点了。因为我也没有这个失眠的问题哈，就是很少。那我呢，其实有这个方子，但是我确实没有试过这个药方哈。那安全起见的话呢，那前些天呢，我也就是煮了一点喝哈。喝的结果不好意思说。怎么了呢，师傅？人家本来是个勤快的人，结果变得是怎么都醒不了就是把这些年的损失全补回来了。那太好了，那我们听了很高兴。对，师傅我最晚5点起床嘛，一夜安眠，结果睡到7点半还不想起，就是睁开眼就是不想起。那很好。哎。补充能量，但是我不敢喝了，用睡觉补充能量。我不敢喝了，因为我没有失眠问题嘛。是。对，就是，但是呢，你睡了真的不想起。好，那这个还是给有失眠问题的人哈，对来推荐。对，因为这是古方啊。是。它主方里面的古方哈，就是那一位最重要的。那师傅再给新网友介绍介绍。可以，新网友需要吗？哎呀，太多的人失眠大军在这儿听着呢。好，我再介绍一下哈，就是我把我这几天的这个给大家的药方呢，我就给他让小朋友给我打印出来一个文件，一个帖子给我，是这样哈。那完了之后，我自己也好复习哈，给大家好介绍。好啊。对，好，就是这个药方记一下哈，特别简单。我的东西和我人一样简单。就是5片干百合，就是一个人1天的量哈，1个人1天的量啊。5片干百合，就是百合能吃的那个百合，而不是那个百合花啊。百合哈，有点像蒜一样长那个样子。那么第二呢，就是5朵玫瑰花。那这个5朵玫瑰花一听，你说我们家玫瑰花一个这么大。然后5朵10朵的话，得多少啊？是吧？那我建议就是5到10朵的是什么样的玫瑰呢？是到药店里买的那个小号，就是没有开花的那个玫瑰花骨朵。上次我们在这放的那个小玫瑰花那个骨朵干哈，其实比那个就有点像一个没剥壳的花生那么大。对。带壳的花生。那么大，所以很小的。大概其实这个部分呢，我讲它的作用哈，就是它清肝明目啊，养颜啊，造血，还有止痛。这玫瑰的作用，尤其是对女士特别好啊。是。所以的话呢，这个呢，根据你的脸色的需求，如果你的脸色呢不是那么好，没有白里透红的话呢，你就多放几片，可以放到10朵小干玫瑰花。如果你气色还算可以的话，不对哦，你一直睡不好觉，气色应该不会太好的啊。对，不会好的。但是原则上来说，你自己来决定它的大约数量，就是应该是6到10朵都可以哈。如果有新鲜的这个玫瑰花呢，我觉得你摘那么1朵就够了，因为它很大，花瓣又大啊。对。就是这个。接下来最重要的来了哈，酸枣仁儿啊，这个呢平常的这个菜店里没有，不是我们普通吃的红枣啊，它是特有的酸枣仁，中药店有啊。酸枣仁5克。大家看这个图片呢，酸枣仁呢，它表面上有一层结实的蜡质，对，就像杏仁似的。比如说你把它泡在水里的话，它就那水不容易透进去。对，它有一层像洋蜡一样的材质在上头，就像塑料包裹体。对，但是它很硬。那我建议呢，大家用锤子或用菜刀背
将它敲烂，但是不像捣蒜锤子把它捣得很碎，不要，只要敲开一下就好了啊，这样使它当中的这种那个作用能量能够快速的散发出来，在我们煮泡的时候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配方，这3种东西配在一起啊，之后用这个700毫升的清水。那700毫升是多少呢？就是我们矿泉水的标准矿泉水的，就是普通型的矿泉水瓶的上面都写着有多少水，那个是500毫升，就是我们所说的1市斤500克，大概叫500毫升。那所以的话呢，就是1瓶半水啊，大约1瓶半水。那么把它煮成1瓶水，因为煮的时候它会消耗掉一些水分嘛。对，那把这个水呢，这1瓶水呢，你可以就慢慢的喝这1天里头，啊，尤其是从午饭之后，哎，觉得渴了想喝水就喝1口啊，一直喝到要睡之前，这样你呢，就是你的身体啊，就是慢慢渗透性的去接受啊这样的一个小配方的这个作用力，所以到你要洗完澡到了床上的时候，就觉得睡意就可能已经来了，也是，当然也可以是说，我在晚饭后我就喝了，我先散散步，走八卦，溜达一会儿，我就要睡，这也可以，但是我没有这样试过。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人，你可以试一试，这样也许也是可以的，啊，就记住酸枣仁不可以多放，我们不要说我这放这1次，我当场就倒下了。啊，千万别这样，这会伤身体的哈。就是它的作用力越大，它的伤害会越大啊。所以我们慢慢的就是一种就是细水长流的感觉哈。慢慢的，比如说喝3、2天之后，作用已经开始明显了。那你喝它10天之后呢，也许就睡眠就睡得很好了啊。所以不要太猛啊，这样比较安全一些。大家可以试一试，就是这是这个。菩提睡美人茶的一个小方子哈，大家新旧网友都可以再试。太感恩师父。那这个德音师姐这个睡美人睡得这么好，那我们也要给她小礼物吗？给。哇，太棒了！看她气色特别好，真是红润的。好。我也给她那个珍珠耳环吧。好的，美美的。好，祝你健康长寿。啊，睡得香香甜甜的，感恩师父，收到。那我们还有的小宝宝啊，容易夜里的时候哭闹啊，不爱睡觉。那我们看一个视频，看看这小宝宝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师父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的庆芬，我有个5个月大的宝宝，他晚上睡觉前呢，有时候会哭闹得很厉害。不管我们怎么拍他、抱他、喂他喝奶呢，都没有用，他会哭到至少1个小时或以上。那我和我先生呢，就得轮流安抚他，不然我们真的是受不了。那在近期的这2周呢，他时常在半夜也是会醒来，有时候哭着想要喝奶，有时候哭着呢，希望有人能够陪他玩。甚至有一个晚上呢，他凌晨3点钟起来玩到5点才肯睡，真的是弄到我和我先生都非常非常的累。有一天呢，得知我的先生必须赶工，预计凌晨呢才会回到家，我便心想，今天呢我得自己顾宝宝，希望他能够安好的睡个好觉，不然我真的是可能应付不来。那晚上呢，我便喂他奶，然后呢过后他却还不肯睡，一直还在哭叫。当时呢我便想到，不如让他听一听《人生如梦》，我便播放《人生如梦》给他听。那很快呢，几分钟后呢，他的眼睛就越来越小，然后呢，不久后呢就入眠了。那他不止很快的入眠，当天晚上呢，他竟然也能够一觉到天亮，到早上7点钟呢才起身。我也终于呢能够睡一个好觉。现在呢，白天他每次睡午觉前，我也都会播放《人生如梦》给他听，每一次呢，他都很快都可以入眠了。感恩师父，让我们有这么方便和有效的方法，让宝宝呢能够睡个好觉。
原来我一直以为给宝宝的那个最好的就是偏方，就是喝奶，只要喝奶宝宝就能睡的哈。其实小宝宝其实晚上也会有不同的状况发生，让他吵闹不舒服了就是。对，这个就是小宝宝自己也无所谓，父母就是最麻烦了。白天都工作一天了，带孩子带了一天了，晚上又睡不好哈，对，那真受不了。这件事你也曾经说过，哎呀，你说你带孩子的时候都说多盼望着能够睡一个整觉，对，我就问我妈，问苍天呢，我说老天呢，我什么时候能睡一个整觉啊？老天咋回答你的呀？老天没说话呀，还得挨着呢。老天说我也没办法，你是欠他的。对，真是。哦，所以你孩子那时候也不怎么睡哈？不是，他肯定他都是2-3个小时要喂一次奶嘛。刚到人间来不适应。对，是啊。可是有些孩子哈，有相当多的一个比例，有些孩子哈，就到了晚上就来精神了。对。就和成年人失眠一样。到晚上可来精神了，又唱又跳。对，又玩又闹。虽然不会说话，一直在那哇哇叫。是呢。你看，把家长给折腾的都想睡觉。对，没错。所以到了晚上还得陪他玩，你不陪他玩才闹。对。但是家长到了白天呢，就没法工作了。就是对。真是就玩不转了，斗不过小宝宝。是。哎呀。那你看我们庆奔师姐，好有智慧呀！对，他就试了一下这个人生如梦，这个结果这小宝宝就安然入梦了。我记得哈，以前我们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还在怀孕的时候，然后那些妇婴专家就跟我们讲你们以后带孩子要听轻音乐哦，孩子睡觉会睡得好哦，然后还要听什么古典乐哦，孩子睡觉睡得好。那时候我还记得他们推荐了一些什么小夜曲呀，就是别听摇滚摇篮曲呀，说这些曲子都是给宝宝听的就是可以帮睡。那现在呢，我们就妇婴专家就说了你们要听人生如梦小宝宝就会睡得好哦。真的是。对，有些音乐还是有一些催眠的作用对，有些音乐不行。对你比如说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是有一次有人聊天这个学音乐老师，我就讲禅修音乐，那个老师不知道到真懂音乐假懂音乐，他说师傅我知道，我给你推荐个音乐你听吧，肯定对于禅修和催眠都有好处。我说有名字吗？有二泉映月。那听完不得哭啊？哎呀，对我本来困了，结果听完了之后哭了一场，睡不着了。是，对呀，很好玩哈。那其实就是我对，因为你这个就是禅修呢，对于禅修，对于人和人体所发出来的某种，比如说频率，某种能量，还有声音，还有说话的节奏，走路的节奏，还有做事的节奏。像我不知道别的禅师像我就会对这方面有更多的感受和了解，来去观察研究它。我会发现，就是健康让你觉得听得舒服的音乐的时候，就是它那个频率的本身是很有技巧的，就是让你容易动起来是就是噔哒哒噔哒哒，就是兔子蹬腿一样，是不是小鹿欢跳对不对？你看有一种音乐，咚咚咚，能跳得起来吗？光想趴下就是。对。所以你看这个频率是特别的重要，是还有频率，还有节奏感，还有声音当中的那个音的那个叫音高，音高音准，再结合上音质，比如这人修得好，说他的有没有修出一个好声音来呢？没听说过吧？这人修得好，修出好声音来。音乐系的朋友们一听就说修的是音乐专科吗？不是，修行就是禅修。禅修修得好，声音会变好。禅修修得好容貌会变好。对，禅修修得好，气色会变好。
禅修修得好，样样都变好。哎，这个你的理解真是有悟性，收到。为此有奖励啊！哦，感恩这块师父石头送给你，哎呀，好吧感？恩师傅，收到。这是黑的墨玉，哎呀，太好了呀！哎，好吧，好的，这一块儿哈，哎，到年底拿走哈，好的。那个网友已经请走了。请走了啊，这是有悟性的网友，对，是，像这些石头还是属于叫实感党性的石头，哦就是调整风水，避开那个煞气，哦，啊，冲着你那个门上有那个路冲啊，还有这个窗户里看到的一些不吉祥的，咱比如说烟筒、医院，虽然医院也挺吉祥的，还救死扶伤啊，很多病人去了就健康了，对不对？但是每个医院每天都死不少人，对，因为你能看到他的时候，就不一定你沟通了啥，所以通常大家对到医院呢，还有的时候对着教堂，我透露一个秘密哟，但是我真得说，但有时候哎，我家老远处，我也不说什么教吧，你也不会生气哈，我家那个我门口在远处看上去就教堂那个尖儿冲着我们家门口，这算有风水是吉祥还是不吉祥呢？通常是不好，就是人和神争不得，你能量干不过他，不行啊，所以呢，他会吸气啊，让你吸走啊。这个和佛不一样，佛这尊神呢，他是利益众生，我不索取，好玩吧哈？哎，还有你看出去有，比如说你们家远处开窗户看出去，殡仪馆的楼顶，哎，正是你看得清楚，哎也不好。还有一个看着一个黑山洞，这里面那个窗户也不好。还有一个开窗户，嗨，不该看都看见一个大柳树，还长得特别旺盛，风一吹就来回飘，像女人头发一样飘，这也不好，啊，是吧？哎，柳树怎么不好？那物理说一说。说是柳树经常会招一些啥吧？对，就不太好。这不细说了哈。好的，别吓着我了啊。对，所以也不好，那你要去回避它。对，那通常我们回避这些风水问题的，一般来说，通常是通过好的质感、形状好的石头，是真石头啊，这都不是假的啊。石头和树木与植物，还有沙盘等等这一些东西来进行化解。那么再深度之后啊，比如说呢，我要去化解它，像我过去我给有特别有缘分、很吉祥的那个同修家，哎，他那个对着一个有点路冲的意思，路冲旁边有个公园，就是这股能量冲过来，好不好？看似不好，我呢就给他放了一个咱菩提的宝瓶，对，这个旁边放一个石头就够了，石头把它硬比较冲的这个煞气给消掉，它缓解之后，这个能量被这个宝瓶吸收进来，它重新吸收进来再倒出去就是好的，就是吉祥的，就是这样子啊。所以的话呢，这个哎，我怎么说到这儿来了哈？哎，一不小心说歪歪了啊。这个也很重要，这个我们也很想听，因为很多人不懂。对，这个石头我选择呢，就是有各种颜色的，比如说的黄色的，黄色的石头呢是补脾胃，绿色的清肝火，清肝对肝脏有好处，还有那个蓝绿色的话呢，利胆利肾，黑色的直接是补肾，镇静，像浅白色的石头呢，利肺和变聪明。像水晶透明的这些石头的话呢，就我们很少大的哈，有小的，还有那个水晶柱的那些呢，它是主这个类似像放射性的能量，主聪明，还有呢，将这个磁场去净化。那个红色的还代表血和太阳，火是吧？对，这些呢，既要辟邪，还补热能。还有助于心脏的功能。当然，凡是红色的都利于心脏，
其实辣椒适当的吃也是利于心脏的，就是这是真的哈。好，大概我这个事儿我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哈。那我们再回到这个音乐上来。音乐，好，那这个小朋友他才多大呀？5个月。5个月就听懂了。所以说这书这个音乐，你说不分老少啊，从5个月到100岁，从0岁到100岁，这是特殊音乐的魅力。对呀，对，它还是承载着一种能量的散播。对，真好。这小孩很灵啊，也跟师傅很有缘啊。睡得这么好，那你看妈妈多开心。这回爸爸妈妈也能跟着睡好觉了。是，对，把孩子安顿好啊，这爸妈就省心了。对，是挺可爱的小朋友哈。对，哎，我们给这个妈妈和小朋友送个礼物。好啊。好，小朋友这么小，送个啥呀？啊？小石头。送个小石头，哎，这是个很好的提议哈。这么小的小朋友，这个很特殊的小石头呢，我送给这位小宝贝哈。祝他这个身心清净啊，晚上睡得好，睡得吉祥啊，平安啊。好，还送给这位妈妈啊一个礼物，来吧。送给这位年轻的妈妈呢一个佛珠啊，一个老的金刚菩提子的一个佛珠啊，祝你如意吉祥啊，健康长寿，全家幸福啊。收到，感恩师父，真好。那师父，那我们还有一个网友也来介绍了一下哈，另外一个师父的这个禅修音乐对他的帮助是画鼓法，帮助他深层睡眠。师父好，我的名字叫黄玉佩，是一名老师啊，来自于台湾新北禅堂。禅修以前呢，我就比较睡得浅，睡觉不安稳，也多梦。躺在床上，闭上眼睛，意识还在脑海中转呐转呐，不容易放松。接触了菩提禅修以后呢，开始学习师父教授的禅修之法。我非常喜欢师父录制的所有的加持音乐，平常呢会在房间里一直来播放画鼓法，到睡眠时间呢才会把声音调小。入睡前，在美妙的音乐声中聆听师父极富有加持力的引导，让身心进入深层放松，不知不觉进入梦乡，让我的睡眠变得非常的深沉。就算是半夜起夜回来以后也能马上倒头睡着，一觉到天亮，成为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而且我发现呢，晚上睡觉听画鼓法，睡醒的隔天就好像能把前一天产生的负面情绪通通化解掉，心态与想法都变得比较正向，情绪转换的能力也变好了。非常感恩师父传授这么吉祥殊胜的加持秘法，修复我的身心灵，让我健康又快乐。这是我们的，也是我们法门的一项秘法哈，画鼓法。那可能很多网友都还没有尝试过，但是确实已经尝试过的呢，我们的弟子和学员都觉得这个法太神奇、太好了。对，对，其实它对于什么对治失眠真的是就是什么。不要用大炮打蚊子啦，其实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形容的话，对不对？它不光对治失眠了，它对治很多很多不可说的问题哈，都在无形之中都帮你化解掉，非常神奇和有效的一个。这个以后要值得听师父慢慢讲它深层的含义。对，但是首先呢，确实画鼓法也是深受失眠人群的欢迎啊，都帮助大家睡觉。很多学员都反映说，哎，好像里边
天听师傅说话，好像说了一遍又一遍，老师到底说了几遍呢？从来没听明白过，对因为没听到几分钟就睡着了，特别有意思。哎，师姐，那如果我们有网友说想去听一听，尝试一下，对，可以在哪里可以结缘到这个那到我们的华国法慈悲音网站啊。到慈悲音网站，这一个功法还是要迎请的啊。那么呢，现在都是就是电子版嘛，你到禅堂可以迎请到这个 CD， 但现在用 CD 机的也不多了，对，也都还是数字版了。就我们下载下来，直接到手机啊、电脑啊都是非常方便的。哎，对，到我们的慈悲音网站，你看就是这张大屏幕上的照片，你拍照一下啊，就上网就可以了。好的。其实刚刚还有一个香港的网友问呢，他说他刚请了这个化骨法，他说能不能就是白天的话也放着听，正好嘛，刚刚这个师姐不是就见证了嘛，她也是白天放着作为一种背景或者是能量加持的音乐，对，那晚上呢又作为一种睡眠的音乐，对，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这一会儿我再解释吧哈。好。我一会儿再解释这个问题。好的。我是觉得，因为化骨法没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只是说，你听了之后帮助睡眠哈，这是一个必然发生的一种现象，是一个副产品啊。但是它的这个真正的作用啊，比我们的现在一个睡眠的需求要高的很多。也就如果说针对于健康问题的话，可能是比较严重的，你认为非常要命的问题的这种疾病的这些朋友来听它才比较好，甚至是真正的修行佛法、修行禅定修不上去的人来听他修这个法对你帮助就巨大所以的话，还有呢，就是希望就是开智慧的年轻朋友来听它的作用在这里。只是睡眠这件事情，就是反正凑巧了，它确实是有帮助睡眠的作用，确实很好。也因此呢，说白天如果不是需要睡觉的时候，我并不建议你播它。你反而白天呢，只播一些这个，比如说莲氏心咒啊、佛号啊之类的，还比较好。对，了解了，感恩师父指点。好。好的，那我们也给这位网友送一个礼物吧，师父。好。应该是女士哈。女士。应该有耳朵眼儿我觉得这个像小蝴蝶的，像钻石一样，这肯定不是真钻石哈。这样的小耳钉耳环哈，还挺可爱的哈。对，戴着它就显年轻，有青春靓丽哈。好，送给这位黄女士哈。祝你健康长寿，如意吉祥。收到，感恩师父。好。好，师父，我想给您再念一个现场的网友还在留言的这样的一个帖文哈。好。他叫网友是宋钱。师父，我以前2013年做了一个子宫的手术，可能在手术时伤到了神经，丧失了尿意，就没感觉。我只能凭着下腹部的腹胀程度，或者时间大概过了几个小时，来提醒自己该去厕所了。那时我已经开始修持大光明了，大约接近1年，修行大光明修行了1年，我就恢复尿意了。感恩师父。你看尿意这个词得解释一下，就是想去小便的这种感觉，知道要去尿尿了。对，就是因为他之前做子宫手术哈，不知道伤到哪根神经了，让他就是哪怕膀胱胀得很大，但是他大脑收不到要去排尿的讯号。对这就伤到了，就伤到了神经。是，当然着急啊，因为你根本脑子里就没有反应要不要小便这件事儿。对。那挺恐怖的，会失控。所以他呢，修什么法好了？大光明修持法。大光明修持法，这是菩提禅修的主修法。8个月之后，是不是啊？1年。1年之后恢复了尿意了。这已经很难得了。对，这它等于修复神经了。你关键是它是手术的引发的副作用，也许那根神经根本就切断了。
没错没错，让他产生这样的一个产生对小便尿尿的这个反应的话呢，乃至像一种神经再造的感觉。哎，再生对或者是修复，要不然一直到老都可能没这感觉了。没错啊，那就惨了。对，这真是哈，这位哎，送钱哈，这位送钱呢，还真是挺有福气，有福气的呢。哎，真好哈，修好了，啊，恭喜恭喜哈，恭喜送钱，感恩师父，有礼物哈，好吧，这个，哎，这个挺好看的，这个小耳钉环上头啊，还镶着很多很秀气的小珍珠，还挺好看的哈，好，祝送钱如意吉祥，健康长寿，收到，感恩师父。那再接下来呢？哎，又是一个小宝宝的这样的一个睡眠的问题了。那我们再听听看啊。好，来听听。大家好，我叫林卫彤。我在2020年的时候2月生了一个男宝宝。我的宝宝那时候刚出世的时候，在2-3个月的时候，每天晚上都哭闹，好像不懂得分辨白天黑夜，晚上都不睡觉。我跟我先生都急死了，该做的我们都做了，就好比换尿布也换啦，奶也喝啦，冷气看一下空调会不会太冷啊，全部都调好了。不过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在哭闹。然后那时我就突然间想到说，师父好像刚刚讲述莲花生大师心咒能够帮助我们比较平静，我就连忙去播送师父诵唱的莲花生大师心咒，然后跟着师父一起诵唱，抱着我的宝宝就一直诵唱，不知道过了多久，然后突然间宝宝就慢慢的就开始慢慢的静下来，然后也就慢慢的入眠了，我就觉得很神奇哦。然后宝宝睡了过后，我就赶紧把师父的一本袈裟放在他的枕头下面，因为那时候师父有讲说过，袈裟能够放在枕头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入眠。我觉得大人都可以的话，宝宝也应该是可以了，我就把它放在宝宝的枕头下。我也赶紧为他点了光明灯，就希望光明灯能够照亮宝宝，让我们更容易的照顾他。哇，就是很感恩师父，感恩莲花生大师。就是宝宝自从那天开始，就每天可以一觉到天亮。我相信宝宝在师父的护佑下，一定能够吉祥如意、健康快乐、快高长大。感恩师父。原来我们还有一个神奇的音乐，也能让宝宝好好入睡呀。是的，但是我们知道，师父那个人生如梦啊，您敲这个颂钵的哈，当时您录制的时候，就是把一种安眠的能量哈给灌输进去。对，那么莲花生大师心咒好像跟化骨法一样，它不是特地针对睡眠的，它是一个综合的。对，对。那这个宝宝，他怎么听了这个心咒，也是改变了他的这个哭闹的问题呢？这个说来有点话长哈。就是我们谁都发生过，就我说的是成年人哈，因为太小的孩子他不会表达，而成年人你睡不好觉，有没有过？比如说你看过什么恐怖片、鬼片？还有心理压力等等的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睡不好觉，觉真应该有过吧？有，对，每个成年人都有过的，对不对？你说有时候很多人觉悟了，说避免这个问题，避免被吓到，我不看鬼片了。对，我就不看恐怖片。对，他有的时候你觉得不是恐怖的，看着看着就冒出来一个恐怖镜头，是，还是被吓一跳，对，对。尤其是从性别来说，很多女生是没这个胆量的哈。越到晚上说人又少看鬼片，她之后就胡思乱想，所以就不敢看，是吧？但是也有人胆儿大的，说胆儿又小吧，一边使劲抓这个棍子快拧断了，但是还能把鬼片看完。哎呦，我们每次看都是这样看，不想看，这样看。对，是。
所以又怕又想看，但也有拍的是不是有意思，对不对？那一个小孩子也不会说谎，这么小的孩子，有些是睡不着觉，是有其他的原因。小孩子一般不会失眠，他没有什么心理压力，他都听不懂人话，哪来心理压力呀？他既没失恋，也没失财，对不对？也没有创业的压力，也没有买房的压力，对，更没有工作任务的压力。他就吃吃喝喝睡睡的。对，就吃喝睡，就是这样子。所以有些孩子怪了，越到晚上，尤其是下半夜2点的时候，凌晨2点，父母亲必须要睡觉的时候，他来精神了，坐起来了。他虽然不会说话吧，他摸摸这个，哇哇哇叫2声，最后弄得你不陪他也不行，你不陪他他更哭，一哭弄得全家人更睡不着，这弄得父母亲，尤其是很多妈妈给折磨得够呛。还有为啥？还有些孩子就是就在那指，也不会说，一看哇就哭了，家长说啥也没有，你哭啥呀？那么还有的孩子到晚上几点钟开始，就那个癔症就来了，开始自己坐床说话，最后发现他没给你对话，家长给他说话他听不见，他还在给另外一个人对话，可是我没看见那个人。而且有网友给我写信说，他到比如说半夜3点钟就起来开始说话，说1个小时，啪倒下去就睡着了。第二天问他，他不知道。这弄得他不知道，家里人受不了啊，他有兄弟姐妹啊，受不了，他妈更是气死了。看儿科医生说，这个不是病，这不是来自于精神是怎么着来的，不知道怎么解释。那么家长被折磨够呛，通常会找一些修行的师傅佛的道的都有。这有些师傅挺灵的，一看就是说，这个孩子看到不干净的东西，它叫不干净。什么不干净呢？比如说鬼气和邪气。成年人有时候看不到，但是这个呢，成年人只有一种原因可以看到，就是普遍性的一种原因，就当你的疾病、你的身体非常虚弱的时候，你的生命频率就降低了嘛，你能看到。但是儿童这个小呢，他这个天门是开的，这个头顶这里会呼吸的，在这个时候，也应该说6岁以前的孩子，很多人是能看到很多成年人看不到的，所以他看到了那个恐怖的样子，他吓哭了，甚至还是和对方玩说话。记得咱们之前讲过滑滑梯的小姐姐吗？是不是啊？家长看不见，孩子们都能看见，小姐姐站在那儿，你看看就来事儿了。我还记得我们还有新加坡的一位师姐，也是她的一个2女儿，就在自己的房间里玩的时候，也是说有其他的什么什么来跟她一块玩之类的。对对对，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作为成年人呢，作为家长呢，看不见，但是孩子能看见。你反回来说，你成年人你看到一个影子在那晃，你也知道这也不是可以理解的影子，对不对？你会不会影响睡眠呢？一样害怕，所以紧张害怕的睡不着。这个孩子呢，有的是被吓得睡不着，还有的呢，有那个东西和孩子玩，孩子也睡不着，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连时心咒一播放，那个东西给吓跑了，那个东西吓跑了，所以孩子就睡觉了。这个能量2声大势心咒一播那个护法就来了，立刻让孩子睡觉，一摸他头立刻睡着，就是这样。原来如此啊！对，是。所以这个邪气就是使得我们不能睡眠，乃至引发其他的疾病，这样的困惑，这样的我们常人所不容易理解的事情很多。比如说你这个祖先的一些问题，祖先和孩子之间的姻缘，祖先和孩子的父母之间的情感或者矛盾问题，都可能会引发，就是祖先来了造成的一些是非，孩子睡不着，乃至说睡不着还是小事了，还有的会出现得大病，对，乃至死亡夭折，都有可能的事儿。真是。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与这个地理
这个邪气有关系。比如说你这个房子里头，之前这里有一个人在这自杀了，或者被人在这个房子里杀了，可是你不知道，你在这住的时候，容易让家人感到非常的不安，乃至看到一些非常恐怖的一些画面，尤其是小孩子，你也睡不好呀，是吧？那么还有一种就是风水带来这个能量，负面的能量冲击。是我刚才讲到的若干项，对，严重者是死人，再轻一点呢，再轻一级别就是出现精神问题，或者是身体出现哪个器官的疾病。那么还有的就出横事、撞车之类的，或者被杀啊。那么再轻了这一点就是精神病，再轻一点就是脑子笨笨，什么都学不了。哇塞，精神病都已经算是轻一点的了呀。精神病是轻的，那可严重了这个事儿。再接下来还有一种能量，叫做巫蛊，就是邪术。有人要整你，你得罪人了，他请会巫蛊的师傅整你，巫蛊师傅也没德行，只收了钱就干这事儿。有些严重者有些严重者诅咒100天以内七窍流血而死，有些全家人不得好死。有的人还有时候全家人全部横死，多么凄惨的都有，这是事实。所以在我们居住的生活这个过程中其实有很多就是我们能够理解的人为可以进行操作的，还有很多我们根本理解不了也看不见的，但是这个坏事好像也真的在发生着。对，有这么多的问题。那所以的话，像刚才说这位小宝宝的事情，他睡不好觉，这莲师心咒一播放，又是我诵唱的，我好赖我也在修行好赖有一个真正的慈悲心呢，所以这个声音加上这个咒语会迎来很多护法神，来帮助你清理你这个环境之中的一切邪魔。无论孩子也好，大人也好，睡得很香，帮你守护你的家宅，是这样子的。太好了哈。对，师傅您看，现在我们有位网友吕凤玲，她也是说，对，我的孙女7个月大的时候也是晚上爱哭，然后播放莲师心咒也有效果，就可以安稳的睡了。对，还有一个这个不是孩子是成人这个旧金山的刘慧敏，她说我是师父 YouTube 直播的追随者，师父的慈悲开示与课程呢让我受益匪浅。我分享一下弟弟失眠以后的受益。弟弟呢今年66岁了，3年前呢因为身体健康出了问题就是有恶性肿瘤，然后开了刀把肿瘤切除了，但是呢留下后遗症，没胃口吃东西以及还有严重的失眠，情绪波动很大，非常烦躁，忧心忡忡，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更要命的是影响了这个睡眠质量。那去年师父推出赞助莲花生大师心咒，我帮弟弟和自己都赞助了一份。同时呢，弟弟也下载了心咒，放在枕边，睡觉的时候呢就轻声的听着。结果神奇发生了，在师父唱诵莲花生心咒的音乐声的加持下呢，我弟弟的睡眠很快得到改善。3个月后，从每晚只能睡2个小时，慢慢可以一睡到天亮了。我弟弟非常高兴。那因为睡眠质量提高了呢，身体的状况也好起来了，早晨起来精神饱满，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和期待，就救了一命这真好对，对。所以这个网友们对这个对师父推出的这些心咒这些法，对很受益。是师父您看，还有位金娃娃的网友也是分享说，师父好，我同事的宝宝每天晚上固定时间坐起来哭，我给了他是药师佛心咒，听了2晚上以后，孩子这样固定时间坐起来哭闹的现象就不见了。您看，就是师父刚刚讲的那个道理。他这个孩子在固定时间坐起来哭，这就不是一般的说没吃饱这些问题。这个就是有那样的，反正就是说应该说邪气类的对，在干扰。对，那网友就会说，
因为有这种不吉祥现象的这个家庭挺多的，所以那通常说怎么对治呢？你不能光播放音乐了哈，念咒之类的。其实就像咱们前头学的《地藏经》，对不对？是。哎，你真诚去塑造和供奉佛菩萨造像，对，哎，就能够利益这个方圆1000公里的众生，都能如意吉祥。那你作为主供人、主家庭呢，就是得到了这位佛菩萨的吉祥护佑，太平无事。对，真的，该睡觉的睡觉，该赚钱的赚钱，该健康长寿就一定要健康长寿。没错，就是这样的。就是呢，有邪气给你赶走了，就是你光供奉的功德。对，你尤其是一些这个老的这些佛像，无论材质什么样哈，也有过去有泥塑的，有这个铜铸鎏金的，还有就是有铜铸没鎏金的，也有个别是铁铸的，像一些少数明代的罗汉像有铁铸的，还有陶瓷做的，再就是有绘画的，像唐卡，像西藏的藏传佛教。因为它是这个家到那个家很远，就起码可能走几十公里，对不对？你搬一尊佛像不容易，所以其中呢，大佛像变成小佛像，铜的，它就不容易坏，对不对？还有一种呢，就是能卷起来的，就是唐卡，它用特殊的这个布，完了用特殊的天然的颜色原料，再念的经来画的佛菩萨像，来供着，来镇宅讲法加持等等。消灾啊，所以供奉这些佛像本身，你能得到佛菩萨的佛光加持护佑。当佛菩萨能够去看好你，能够觉得给你带给那个吉祥哈，你只要供奉的时候啊，我至少有18位天神来护着你家。哎呀，太好了，就是这样。这样。所以你今天看到我眼前哈，你像莲花生大师，这应该说的就是西藏当年的佛。可以就这么理解就对了。那法力无边呐。当时很多西藏本教邪教的一些对吧，阻挡他、伤害他全被他的法力征服，就是那个法力无边的哈。对，哎，这面这也是莲花生大师的像，而且这也是世界这个铜鎏金又镶宝。他的手工是当代第一师傅来做的那是相当好。这不是古董，都是现代的对，而且价格都真的不贵呀。师傅，那您面前那一尊小一些的佛像，这一尊是古老的一点的吗？对，这是老的这已经200多年了。对，大家看这个造型，能看出来这是什么吗？这感觉像杜母像哈，对，是绿杜母吧？我看是绿杜母、白杜母。绿杜母。这是绿杜母像。绿杜母呢，简单说一下哈，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之一。有白杜母、绿杜母、红杜母之说对，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所以他一只脚呢是在莲台外头，是干啥呢？就是随时因为观音菩萨很少是有盘腿坐的像，也有比较少，他一只脚在外面，就是随时起身度众生的意思，是这样。这是老的200多年，这大概属于清朝乾隆皇帝那个时期的这个西藏的造像对，像这种供奉的本身就会得到佛菩萨和一切神灵的护佑加持。像这样的佛像供了这么多年，不知有多少位修法的活佛大师供养过、念过咒，或者一起这样来进行修法。所以这越是古老的这个佛像，它的通灵的度就越大越强，磁场就越强，对咱们的护佑的能力就会很强。你家里头无论大人孩子看到那个不吉祥的东西之后，你供到你那个屋里去，我相信当天晚上就开始平安吉祥，一觉睡到大天光，就是没问题。太好了。这个我在过去做了很多，这不是试验了，去应用，非常有效。
这真是家家户户都需要的。其实是啊，你家的那个不吉祥，我说实在话哈，就今天你不小心撞了个车，比如把腰撞断了，这些，就都是你生命中必然要经历的灾难。但是，你真诚的供奉了哪位佛菩萨这个像，真正供奉哈，就是初一十五，记着换供果、上香、礼敬、换净水，啊，好吧，打扫好这个佛堂的卫生，你去供奉就可以了啊，就一定会保护你。就是这么简单，你只要有那份真诚。恭敬心，对，真诚心。你像有些佛像还不一定供在哪间屋哈，就是卧室也可以。那什么样的佛像可以供在卧室？西藏密宗佛像，就是愤怒像，像你们俩跟前啊，现在啊安放的这一尊，这是纯银手工打造的哈，对，这个圣乐金刚上头有香宝的，这是银子做的哈，圣乐金刚。对，像这些还有很多不同的，像大家之前我们发行过大黑天，是吧？阎罗兄妹，阎罗兄妹啊，阎罗王啊，阎罗王菩萨，还有大威德金刚。对对，很多这个密宗的这些像啊，这些呢，它是可以，包括莲花生大士，是可以供奉在卧室的。感恩师父对讲解，卧室、办公室都可以。那我们的卧室如果有一尊这样的佛像啊，能够护佑我们的话，那睡觉就更安宁了。那都不光是睡觉了，人生就很安稳了。你得到的是护佑，佛光护佑着在你。你想，很多人就是买那个机器，花了不少钱，几千块钱买一个什么红外线波，对你什么好处？这个佛光的那普照一直给你做的佛光的波给你普照着你，对不对？你既是吉祥的生活，还有呢，你健康、运气、事业都会好起来，是这个意思。全方位的全方位的。是。这里头包括地藏王菩萨。也有人说家里能不能供地藏王菩萨？当然了，地藏经怎么说的？太应该了。供奉地藏王菩萨，那功德可大呢。有人他有这个忌讳，说供奉地藏王菩萨会不会引来一些阴灵啊，一些鬼啊？不会。对。他因为菩萨的这佛光普照哈，菩萨的那种虚空的法身有多大呢？真的。你家有多大？你家是他10000000分之一啊，那一丁点儿早把你垄断在当中了。是那些不好的东西你都看不见，对，你感受到就是吉祥。而且地藏王菩萨还会照顾好我们的祖先。对，是，真的是。所以你地藏王菩萨可以供，很多人有这个顾忌，但是不太懂的一些老人家。那要学习地藏经，那上说的可明白了。对，28种利益啊。到时候咱们再复习一下地藏经。好啊，到了那个特别的重要，对，需要。对，所以我说这些话不是我凭口的这么说哈。是佛经里都给大家讲得很清楚，只是传个话而已哈，就是我知道的这方面多一些啊。所以供奉佛菩萨像，那你就获得的利益就巨大了啊。那么还有别说佛菩萨像，就是佛法的这些法器，比如说好的香炉，这是老的，尤其越老的金刚诀、金刚杵。念珠，包括念珠，响铃、小碰铃、法螺、法号，供碗，对，供碗、净碗，还供上师用的吃饭的碗，茶缸子烧水的壶，小铜壶、小银壶、鎏金壶，还有净瓶，那不叫净壶，净瓶，净瓶，对，像真正的净瓶是上师加持受法弟子专用的法器，对，它代表着佛或者菩萨或者绿度母的甘露来加持给你的，是，所以它这个法器就不一般了，这密法专用。那你有机缘请到手去供奉的话，那真的不得了啊！你们家就是平安如意，这个吉祥、健康、长寿。所以你们家获得一个超级甘露宝瓶啊！是，那多厉害那是大吉祥的了。对，所以很多的法物，包括一串小念珠，甚至是说真正的修法师傅给你一个珠子，你要如获至宝，就可能保你一条命啊！
真的。人明天撞车死一下就没事了，车报废了，人没事继续该干啥干啥。这多好呀，对不对？是。但是那也有人说，那不会不发生这个事儿吗？佛菩萨让你看到这件事情会发生，但是你没有事儿，因为这件事情是你命中注定这次撞成残废或撞死，我没让你死，但你看到这个事儿发生了，有多么严重，对不对？光一个温哥华禅堂，每一年当中至少超过10个人告诉我，师傅我撞车了，你看没事儿，我孩子撞车没事儿，我给他身上装着师傅的什么什么卡，还有佛像卡，装在他身上挂在车上。是吧？咱们这个琉璃的车挂，是，对呀，挂在车上，也都是在这边。这个车撞的，保险公司不能修了，这叫报废。人呢没事儿。对，还有我们弟子的子女开车，车都翻到田里去了，对不对？对，那孩子都好好的呢，吉祥着。这个事儿使我想起来哈，现在那是1996年的事儿，大约了哈，我记不清了，反正90几年的事儿。那时候当时在国内中国哈，有一位河北省的一位老干部来跟我学习，他的儿子呢做那个他有一个就是货运公司，他家有几十辆那个大货车，都是长的加长那种大货车送货。结果那一年呢就是要过年了那个送这个货哈，过年的时候中国人购买量很高哈。所以那个他们的送货公司哈，货运就忙得不得了，结果忙得不行了，有车但是没那么多司机了，有个司机还病了，所以这个老干部的儿子呢也亲自上阵，他也会开车，没有人老半夜上赚钱嘛，又不是干坏事，因为他这个儿子很少是跑长途开车呀，对吧？要开差不多7、8个小时送到天津送货。爸爸不放心因为平常你没有开那么远过。他说来，我师傅的照片，那时候我还年轻的，你这有个白的上衣的一个照片，一个蓝边那个哈，还留着个大分头哈，他把那个印成个塑料卡，给他儿子装在上衣口袋。这个儿子也没那么开过，为啥紧张呢？很多路上结了冰要跑长途，又旅途疲劳。经常有警察，还有一些人接着又收过路费等等的，挺麻烦的，还有打劫的，对不对？跑了一趟，等他再见到我，专程找我哈，我感恩，他就给我讲了他儿子发生车祸的故事。等他们送完货回家的路上，说送货很平安呐，没事啊，送的货我都没事，他回家嘛，等回家的路上有个大绕弯，那个地方低一点。之前下了雪呢，那个车路过的压成冰了，这个你们是知道的哈，黑冰，非常的滑。那个车一看前面有一个车已经撞了走不了了，但是拐这个弯来这个距离很近，刹也刹不住，哐啷一下就撞上去了。等他撞那一刹那，因为他们上车之前他就掏我照片看一眼，他就说师父救命他就一道白光。他耳朵呢，咣一声巨响，他就失去了知觉了。等2个小时之后，救援的公司就来了，弄不开。他开那个车是人坐的前头，是那个叫平头卡车，这个你理解吗？对，就是前头没有那些，没有长出来那一块，没有那大，没有像那个狗嘴一样长出来一块。对对对。它这个平面像面包，就坐在面包前头，就隔一层皮儿，就是外头了。很多城市的 bus 就是这样，对，司机坐在最前头，对不对？他这就是这样的，坐到最前头，撞得这么严重。他怎么样了呢？那个关键来救援的人说锯吧，这往下锯就完了，人家肯定没有死。他也喊不出来，使劲睁着，我还活着。我就有声音，这些锯的时候要小心点。这个车头撞扁了，怎么还能活着？你想多大的撞击力啊，几十吨呐！就给他小心锯开了之后把他拽开。但是有一条腿严重受伤。有条腿小腿骨折，其他全是没事儿。哇，那个骨折那个回来就接好了，因为就断了1节嘛。接好了之后捡了一条命。真是捡了一条命。因为那个车头全扁了，那个车报废了。这个真是，那就是师傅救了他了。他儿子过后讲，
哦，醒过来之后就讲，哦，一道白光，就好像把哗就照住了，就像一块白布单子把它给罩住一样，他啥也听不见了，哎，完了他就感觉他的心，他自己感觉自己的心跳咣咣咣，又觉得哎有呼吸了，他自己感觉有呼吸了，就有人在撬那个锯要撬那个车门，要把它弄出来啊，他知道真的发生车祸了，我卡在车里了。他说没事，这人肯定都死尽了，那得把他使劲锯开就完了，不管那些。说，所以他赶快就说别把我给锯了，是我还活着，很清醒的这个时候。对他脑子一下恢复知觉，然后就没事啊，真是感恩师傅。哎呀，那他父子俩那可真是要感恩戴德呀，那真是救命之恩呐。那当然了，对，那真是很感动。真是，对，所以你看这个师父的这种护佑哈，所以就是我们菩提法门就是这样，这个师父的护佑真是不得了，对，所以从我们这边请购回去的这个法物这种加持力、护佑力特别特别的好我们师父，我们同修这个见证就太多了，那太多了太多了，对。所以我们这个，我就给大家介绍这样，你在家庭里头那种睡不好、那种不安，它有很多原因，大家一般都会好像归结为，因为医生会指导你说，你肯定脑不太好，因为脑神经不太好，或者是你这个吃的不太对，他会归结为这个健康疾病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呢，有疾病问题，还有其他问题。是，对，就是这样的，有话说吗？我想给师父读一读这个咱们网友的真的这个见证你看这个金念浩说，昨天刚刚收到迎请的这个莲花生大士像，那他本来呢他是吃着中药的，又加上感冒，前一天都走不了路，全身无力。但是昨天就是莲花生大师像到家这一天呢，也不知道为啥很有力气，然后晚上睡眠的状态也很好。然后他小女儿呢，本来也是感冒，还有点发烧，但是昨晚也没有烧起来。现在想想，是因为莲花生大士终于迎请到家了，家宅平安，心神安宁。感恩大慈大悲的师父，感恩大慈大悲莲花生大士。你看，真的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护佑的能量。真好。对呀，对，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家宅不宁、睡不好，它有多方面的原因是。还有见证给大家听吗？还有吗？这个我再读一个我们网友的，对网友的这个怎么念呢？丁阿木伊哈，他说我是东曲县反正来自于马来西亚妙法禅堂他有一次呢，有2个星期都不能睡好觉然后他就回禅堂去跟老师说，然后老师就问他说：“你有化骨法吗？”他说：“我有啊。”老师就说：“你看，你都有师父的宝，你还不用就教给他怎么用。然后他回去就开了化骨法，躺在床上听师父的加持，一下就睡着了醒了然后就睡得很甜，第2天就回禅堂就去报告，就是说就睡好了嘛。然后禅堂的师姐都看到说，东曲师姐你今天的脸色都很好啊。然后他也很高兴，他说因为我听了师父的化骨法，所以睡得好。对，就是哎呀，这都是很鲜活的见证啊。对，还有我们的一位迷网友也是说，师父好，我今年51岁。16岁到33岁的期间呢，做了4次腹部肠粘连的大手术。哎呦，你看这10多年时间做了4次大手术，所以身体非常的虚弱，导致我失眠20多年，同时偏头痛也20多年。每隔2-3天就要痛一次，就像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位马来西亚的林小姐一样的真的是好痛苦，根本不能见风，夏天在家都还得戴着帽子。从2020年开始试着断断续续，我自学走八卦，因为2020年已经是疫情期间了嘛，基本上全球各个国家城市都已经就 lock down 了这样子所以应该是在自学的走八卦。我每天随身也是手机播放着师父的加持音乐和开示，到了晚上也整晚的播放开示。到今年3月体检的时候，发现我肾结石消失了。
同时发现，哟，过年到现在都不再头痛，也不用戴帽子了。晚上睡觉一听，人生如梦，很快就睡着了。所以这还是位新网友新自学的八卦啊，他就是自学着八卦，然后还听师傅的开示，听一些加持音乐。你看这么多病况，他真的是个老病号啊，就已经恢复的真的七七八八的了。然后我非常的感恩和崇拜师父，平时一出门就手机放着莲师心咒，祈请师父加持平安吉祥，时时都身穿师父加持的衣服，佩戴着金刚杵和手串。现在我还给家人都佩戴了师父的加持品，穿师父加持的衣服，听师父的开示。对，我们一家人都很感恩师父，师父我们爱您。对，真的好，真好，对。还有这个金清净网友也说师父好，师父加持的天珠救了师姐的命。去年就是师姐她要去比赛开车嘛哈，然后路上出车祸，车从桥上掉下来，然后车里边的4个人都没问题，车都报废了，4个人都没什么外伤啊，所以感恩师父，因为他佩戴了这个师父加持的天珠。对，你说的这个交通安全问题哈。对。记得咱们有一次是不是讲了那件事儿，那个真人真事儿哈？啊，当时正在发生白头盔的故事。没错。还记得吗？记得。你来叙述一下。他是大概就4月底吧，啊，然后那个有一天呢，这个夫妻俩就骑着这个摩托车嘛，哈，对，出门，然后呢就反正就是走到马路还直行的马路上，然后这个骑着摩托车这个先生呢，哎就。跟坐在后面的妻子就问他，就说：“哎，你看到这个路上有一个人躺在那儿，旁边还有一个白色的头盔，你看见了吗？摩托车就翻倒在旁边。”他妻子使劲看看，就大马路没有什么呀，没有啊，没看见呢。啊，那妻子也没多想啊，结果俩人就回家了。这是那一天，第3天，然后他这个先生呢，他是出去送外卖。还是骑着这个摩托车，这个先生呢，他戴的头盔就是白色的头盔，结果这一天他就出了车祸，人就没有回来。其实他等于是追尾到一个大卡车去了，大卡车他在那个大卡车后面，等于是大卡车的一个盲区盲点啊，然后他人就走了。那么发生这个车祸的那个路段也跟他那天看到这一幕的路段也是差不多，然后他也是骑摩托车嘛，他也是戴白头盔，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师姐这么听下来，这个故事哈，就是这位幸存的太太吧，就是对，其实就感觉到，其实他先生已经去世的先生，是遇见了他自己看到了自己3天后的一个发生车祸的现场的这种感觉。没错，对，他就可是像预见到了，就他自己看得见，太太看不见啊。但是因为就是不懂嘛哈，如果要是懂的话，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还讲了另外一个对比的一个案例，就是说他懂得啊，好像是他有种不好的预感的时候，对，游轮出去，对，珠子散了，对，然后回来之后，因为妈妈就很懂，马上就做功德念佛，然后点灯各种就是这样的。真的就是救了他爸爸一命，就护佑回来了。可是这个白头盔这个师兄姐2个人呢，他们可能不是太懂，然后就没当回事儿，就没有做什么。他就觉得刹那间的一个幻觉，对，就没当回事儿，没当成是一个警告。他觉得这能和我有关系吗？对，哎，结果呢，3天以后，这个丈夫就是死在那个地方。是的，也是。就是他之前看到的那一幕啊！你知道他为啥看见吗？不知道呀。因为这是死前的一种感应，但是也是让他妻子告诉我。哦，就是来报信儿的。来报信儿。哦。但是他告诉我的晚了。是的。哎呀。也告诉我们所有的网友有这么一件事情发生，你别不信邪。那这是一种什么邪呢？就是之前他看到这一幕，是在他之前，比如说2年前或3年前，那个地方就是有一个骑摩托车白头盔的人死在那个地方。现在还在拉一个同样这个打扮的骑摩托车的人，一定还会死在那儿。那么之前死的那个鬼就可以脱生了。就是咱们俗话说的替死鬼呀。没错。哎呦。
很多河边、湖边也是这样的。比如之前有一个人，就在这个湖边那么淹死的啊。他不能脱生，完了就是不能再重新到地狱到天堂呢，要分配走。他一直在那守着，他是守着下一个应该就是冤死鬼。他把这个他一定等来下一个来就在这待着，看着这里，他才能走。所以在路边的这个也是这样的替死鬼，也叫冤死鬼，是这么走的。像这种事儿，如果他觉得这可能是不吉祥的，那比如说离我近的话，赶快告诉我，或者离咱堂堂近，找咱禅堂的有修行的师兄姐，给你加持化解一下，帮你点能消灾，是吧？你可能这个事儿就化解了，避过了。也许摩托车真给摔坏了，人家摔伤了一点哈，或者是没有摔伤，就化解了。他捉别人吧，你不能捉我们，这佛光护体。就你身上带着一个真正修行的师傅哈，那加持过的，哪怕一粒小石头，但更不要说法器了哈。当年我师父吐的痰了，那当地的百姓都是拿来往脸上、头上、往身上抹。当然这是有病乱投医的现象，就是这个好有修行的师傅，他的能量法力加持在一个物品上头，或者是一张纸上头，或者是一件衣服上，一个法器、一尊佛像等等，这上头去，它都能起到治病、辟邪护佑、震慑、化解等作用。他如果早说不定就没有后面这个悲剧的发生了。所以他当时是不太懂。对，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死者白头龟的死者的哥哥可能感应到了，也许梦中弟弟给他感应到了，说他就是做了替死鬼。对，就是去世的这位白头盔的妻子给我们写信说，对他哥哥知道这个事。那所以我们都要就是要有这样的一颗心啊，就是就是你身上带的那个小小的一个小东西，是一个有修行的师傅加持过的。那么在现场上，如果演电影的话是怎么样的呢？比如说这鬼来捉来了，哇，就来扑过来捉你的时候，就这个小东西放出万道佛光，把那个鬼啪一下弹到10万8千里去了。就好像那个孙悟空给他师傅画一个，拿金箍棒画一圈是吧？对，妖魔鬼怪都靠近不了。对，靠近不了。就是这样，叫金光护体。对，是这样子。对，师傅，我还看到现在网友还正在留言，都很好哈。这个 Vienna 网友他说：“师傅好，有个同修的小孩子在家里总是哭，但是只要抱着孩子来到禅堂，孩子就不但不哭，还特别开心。后来师姐就意识到家里不太干净，赶紧就请师傅的加持音乐回家。他请的是天音的加持音乐在家里循环播放。这个请回去循环播放之后呢，孩子就不再哭闹了。哇，所以一家人都很感恩师父，真好，是吧？就是这样子。对，所以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以后，一感觉到比方说孩子的反应啊，或者是自己看到的、预感到的这些什么，我们就能采取一些叫正确的这种对应的措施，真的就能够逢凶化吉。对，师傅，我也分享一个这网友杰晨他写的，他说：“师傅好，我女儿2个月大的时候呢，也是晚上总是哭。那我家保姆呢，就给女儿播放了这个般若密咒，马上就特别乖啊。那我以前自己带老大的时候都没有这么容易过哈，我就很好奇，就问保姆这什么音乐呀哈？那了解了之后呢，那我就结缘了菩提，跟随师父修行，现在也全家受益，真是太美妙了。我觉得这保姆真好，咱们的菩提弟子呀，哈，真是啊。那我呢，出于善心呢，我再告诉今天的网友哈，就是什么样的人可能会有点受到那样的邪气的侵扰，邪气的这种惊吓。从外在特征上来说哈。我要讲一点，网友就清楚了。那么可以呢，
就是到我们就近的我们菩提禅堂哈，去来找我们禅堂的这些修行好的师兄姐呢，帮你这种安魂啊，消灾，点灯，给你加持一下，可能就会改变。一般这种情况是什么样的哈？一个是无论男孩女孩，这个到额头前这一块头发容易立起来的，容易这立起来的，不是故意烫的，也不是用发胶抹的哟。故意用发胶抹起来的，那个是调皮蛋，没事，他啥事没，他光吓唬别人了。但是给这有几根头发立起来，压都压不下去，立起来，还在这个头顶中心立起来几根头发，这些受惊吓的。还没完哈，第二个，受惊吓严重者呢，脸色发黑。脸色，什么叫脸色发黑呢？你看他的手没那么黑，可是脸黑，这也叫受惊吓的脸，严重的，啊，就是只有脸上发黑哈。还有一个，他的眼睛当中的眼白的部分发青蓝色，这冷色的青蓝色，而且黑眼珠呢也没有太多光泽。这种孩子这个嘴唇和嘴附近也是比较偏冷色调，偏青白色。很多年轻小孩气血旺盛，对不对？他应该嘴唇比较偏红，不用抹口红是偏红，就是因为他气血旺盛嘛哈。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他的嘴唇偏白，并且也有点发青。那像这样的孩子，而且也容易手脚发凉，而且晚上经常有点癔症的感觉，经常又给人对个话呀，睡不好呀，睡不踏实啊，经常说妈那是什么之类的哈。这样的孩子，你可以就近找我们的禅堂啊，禅堂有修行，菩提禅堂有很多修行非常好的修行人哈，能帮大家啊安神哈，消灾。关键帮你点灯，帮你祈福啊，就是特别好啊。当然，如果有这个需求的，我觉得也是可以给我写信哈。写信就是现在觉真物理这一点安魂也是做的特别好的哈，他们都可以做，我也能做。那如果有这样写信来的话呢，我们不用公开，不占大家的时间，我用这个之后我休息的时间，帮这样的朋友安魂。安魂，我们之前我记得有个大家专门有安魂的，有那个这一个大加持啊，那个还有待于正式推出哈，对，但是我们就是那个点灯啊，有个专门的灯叫安心神灯啊，也可以，对，先把这个灯给点上，就是先获得佛光护佑，对。那也可以选择，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也快到观世音菩萨成道日，到这个观音季了啊。那师父也推出一个观音菩萨保佑我的这样的一个吉祥灯种啊，这个也是跟观世音菩萨来祈求帮助啊。观世音菩萨闻声救苦也是很好。才开始知道了哈，懂得了。那么还有第三个特别明显的痕迹哈，那我说就说够了吧。我学不容易，但是我说给你很容易，就是你这个印堂这块儿哈，像这样的人，印堂这一块儿啊，第一个不平整，第二个那个气色呀偏污，发青发污。印堂，朋友放个印堂照片印堂大家不知道在哪里哈，通常就是两眉中间，额头正中间这个区域。其实笼统称为叫印堂区域，这一块发污发青，颜色暗沉，那这样的人就是出了这个问题，你其实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加持才行，你容易出这些事儿的，还有的人要出事之前看到已经晚了，你看到的是一个来伤你的东西。但是提前没做破解，那么这个灾难就会发生。你记住哈，就是我说的这个，就是比较神秘，我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跟你讲。
啊，但是你要得到护佑的就不一样。我就举例啊，得到护佑的，哎，这是当年了，20多年之前了，在国内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我护佑加持的人，我知道他要出问题了，我观察到的，这不是猜的哈，观察到他有灾就要来了，我就去预感他会发生什么样的灾，之后我就给他加持或给他一个护身的东西。有一个人呢，他是个小老板，他自己有一部车，白色的，那个日本的，当年叫皇冠，国内的那个叫皇冠，日本皇冠的那种车，就行政轿车型，还挺好看的，方方正正的。加车的第2天，他从北京到天津还是到哪里，反正出不太远的门刚出了北京不远的一个地方，那个汽车自己熄火，很好玩吧？但是之前我嘱咐过类似这种事儿，他就学到了，熄了火打了几下就打不着，他又不会修车，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拖车业务，但是他感应到我加持他，也提醒他的，遇到这种事，你不要急，不要慌，等着。等到你觉得心安了，他等了差不多有1个来小时，他们也是没事抽烟嘛，要抽个烟念个佛，在那儿念会儿佛，抽了个烟，完了之后再把钥匙插进去一打，着了，着了就走呗，按照师父说的，只要能打着火咱就走，但是心里念佛要保平安。走出去开了个10几分钟，路边撞报废一辆和他一模一样的车，就是刚刚发生的。也就是说他躲过了。对，那个车被撞之前冒着烟呢，前那个水箱撞爆了，那个热气腾腾，就刚刚撞过的。就是在那个路边等着，就像白头盔有没有点像啊？对，就是来找替死鬼的吧？对，本来这个灾是他的，那这熄火还救了他呢？就是为了救他才让他熄火啊！哎呀，真好事儿！你看，所以有的时候你要想得到师父护佑，你也熄了火了，或者出门总是撞墙的感觉，说那你先别出门。因为你比如说你想买这辆车，比如你想买了一辆，我想买个新车，你买新车的时候总是不那么顺，警察爱骂你，或者有人挑剔你等等的时候，放弃不要买，买这车不吉祥，千万记住这个。所以你得到护佑之后护法神这个时候就阻止你买这个东西，阻止你做这件事情，那你就不要做，反而是吉祥。就是要学会接受这些信号。没错，对，你是在护佑，被护佑中对，我就告诉大家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经验。这个太好了，太感恩师父了。对，我们讲了这么多师父给我们介绍了这些风水石头，又讲了整个这个佛像法器在家里的这个护佑的作用对对。那师父，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不失眠，我们还有这个失眠好了的见证呢。那再分享一个。再分享一个好的，那我们再看一个视频的一个见证。저는 팔이 안 하면 팔이 없으면 저는 못 삽니다. 정말로 못 삽니다. 부산 동네 사직동에 사는 임정택이라고 합니다. 너무 피곤하더라고요. 근데 좀 자고 나면 낫겠지 이렇게 생각하고 그랬는데 사람이 이렇게 가다가 슥 쓰러지는 거라요. 이제 그래 병원에 가고 검사를 해보니까 아무 이상이 없다길래 홍삼이라든지 녹용이라든지 보양식을 먹었는데 잠이 줄어들어가지고 신경과에서 이 약을 좀 먹어야 된다면서 약을 주시더라고요. 그때 약 주시는 게 불안증, 우울제, 수면제 뭐 이런 걸 주시더라고요. 처음에는 수면제를 먹으니까 한 5시간 정도 자다가 이게 잠의 시간이 주니까 이제 수면제 용량을 늘렸거든요.
용량을 최고까지 늘렸는데도 하루에 한 2시간에서 한 3시간 정도 이렇게 잤는데 몇 달 동안 지속이 되니까 몸이 내 몸이 아닙니다. 이게 몸이 잠을 자야 되는데 잠은 안 들고 눈은 쑥 들어가고 몸은 바삭바삭 말라가고 명치 여기가 손가락만한 게 예, 명치 여기가 막 이렇게 하니까 이걸 견딜 수가 없어요. 몸이 막 덜덜덜덜 떨리면서 차가워요. 귀, 손바닥, 무릎, 발바닥 이쪽은 차갑고 나머지 다 뜨겁고 그때 손끝에 이게 막 벌게 열이 올랐어요. 손마디 끝에. 그리고 합장을 하면은 이게 한 2분을 하기가 힘들었어요. 합장을. 그 정도로 뭐 온몸에 열이 나면서도 안에 혓바닥은 전부 상해가지고 안에 혓바닥에 궤양이 이만큼 파여가지고 음식도 못 먹고 한 8kg 정도 빠졌지. 정말 온몸이 성한 데가 없었습니다. 걷지도 잘 못하거든요. 뭐 제가 할 수 있는 게 아무것도 없으니까 방 한쪽 구석에 이래가지고 한 몇 시간을 쪼그리 갖고 버티고 있는 거래요. 하여튼 너무나 고통스러웠어요. 그래서 아 이거는 더 이상 살 수가 없다. 견디내지를 못하겠구나 이래가지고 또 눈물이 그래가지고 수면제를 이제 모으기 시작했지. 더 이상은 이제 견디기가 힘드니까. 그런 와중에 이제 8개 내공을 만나고 2021년 3월 12일부터 제가 8개를 시작했습니다. 아, 내가 걷지도 못한 내가 저거 1시간을 할 수 있을까? 이런 걱정을 했는데 1시간을 쉬지 않고 되더라고요. 그리고 계속 해보니까 한 10일쯤 했는데 잠이 한 30분 늘더라고요. 10일 만에 30분이 늦었네요, 잠이. 예. 안 믿어지시지? 와, 그러면서 잠의 질이 달라지는 거라요. 너무 개운한 잠. 잠을 제대로 자니까 뭔가 약간 에너지가 요만한 게 생기는 것 같더라고요. 한 2, 3개월 일이 됐을 때입니다. 그 뛴다는 거는 상상도 못 했거든요. 그 당시 정말로. 그런데 뛰니까 이렇게 돌아보니까 돌아지는 거라요. 한 4개월 일에 넘어갔을 겁니다. 아, 그냥 수면제 한번 끊어보자 싶어서 끊었는데 한 4, 5시간 자지더라고요. 그러고 낮에 잔다는 건 상상도 못 하거든요. 눕지도 못 했는데. 근데 이제는 뭐 낮에도 자고, 밤에도 자고, 피곤하면 자고. 그 잠을 좀 제대로 자니까 이게 막 굴룩굴룩 하는 것도 없어진 줄도 몰랐는데 어느 날 그렇게 사라져 버렸어요. 예, 열도 사라져 버리고 시린 것도 어느 사이에 없어졌는지 없어져 버렸어요. 혓바닥의 궤양은 예, 나았는데 흔적이 이만큼 이렇게 돼가 있어요. 지금도. 아, 정말 그거는 저로서는 예, 저는 견딜 수 없어가 가려고 했던 사람인데 정말 별거 아닌 것처럼 나았습니다. 너무 좋지. 요즘엔 너무 행복하고 진심 공경 감사합니다. 모든 게 다 스승님께서 이끌어 주신 덕분입니다. 감사드립니다. 감사합니다.啊，真是一个又非常感人的这样的一个见证的故事。是，这是来自于韩国的林先生啊。他呢，就是工作非常的辛苦，以至于都虚脱了，就是他突然都昏倒嘛，就是虚脱了，咱们叫对对。那虚了以后呢，他就得补啊，那吃人参鹿茸的，对对，结果应该是生活条件还很好的，对，结果就是虚不纳补啊。结果又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好像这个补就是不该补的时候去补了以后，它这个反弹的副作用那么强烈哈，很厉害。他还一般咱们都说吃人参还流鼻血呢，老先生是没说流鼻血，可是他那个舌头都溃疡了一大片，就是严重上火，上大了，补到上大了，真是，对。后来，然后还有就是引起什么失眠了，就开始对整个体温还异常，有的地方冰凉，脚底冰凉，然后手指头又很热哈，然后还引起失眠。对，这个失眠就挺要他命的了。对，后来就是变成什么？变成了忧郁症。
对，焦虑症，甚至于都想轻生嘛，对，他都受不了了。还有韩国叫虚脉，可能我猜想是不是就是心悸，对他这心口这儿一直在跳，对，然后他这个睡眠不好可真是要命，就是吃到最大的安眠药就能睡5个小时，可是后面再增加药量反而越睡越少，睡不着。他这个阐述我觉得给我们是一个警示，他就说反而药量增大了以后啊，他睡眠时间还反而在减少，就药不顶用嘛。对，帮不到了，所以以至于都想到要轻生了，真是很可怜。那去年3月份开始走八卦哇，这回这个救命药，这是真的药就来了对，失眠药什么那个安眠药不顶用，这八卦就救了他。对，他走了10天以后，能多睡30分钟，他就非常开心了。所以我就说呀，对这些失眠的人来说，能够多睡1分钟都是好的。对，他增加的都是以分钟来计算，对他来说都很宝贵。对，是而且他这个就是不仅睡的时间长了，而且睡得深沉，睡得香了。对，那他就有希望了对。那到4个月以后，就根本就不吃安眠药了，就自己入睡，然后能够睡5个小时而且不仅晚上想睡就睡，中午还能睡个午觉。以前他根本想都想不到，太享受了，太享受了。对于这么严重失眠的人，对。所以你看他那个这种身体虚弱的症状就都减轻了嘛以前还都走路都虚脱都晕倒，现在还能跳起来了。对，老先生看着精神很好所以他的问题比别人严重，知道吗？他严重，你看你这虚脱了，对，虚脱之后吃补药补的就补出事儿来了，错了。我就感觉这个。假设把我们人体当成是一个瓦罐锅的话，这个一补药补进去，这个一煮，这个火大的，这个瓦罐破了的这种感觉，是不是？我觉得就是在本来瓦罐汤，就是在血液里头就加了火药，就是。哎呀，真是这样子的当这些人参、鹿茸等等这些高热量的，对高药量的，强了这个能量呢，比如说你原来血液之中1天的流动的血液之中。含着10微克是吧？是正常。结果你一下补进去这么多高能量之后，这你1天的血液之中有半斤在这里头，受不了了，脑子都能爆了。对，所以他就失眠嘛。但是，所以他这个失眠的问题比一般的失眠要严重是啊，他走这些天的这个八卦内功、左转转、右转转的概念，像个沫一样，要把他这个虚补进来这个邪恶的人参能量，要给它消掉这个是最难的。把那个消掉，再把正能量再补起来，还得补起来。对，你看他才能不吃药能睡好。对你八卦内功多神奇呀！对你知道有人吃了补药之后当天拉血吗？没听说过吧？我就知道说流鼻血的，流鼻血还有排便当中还便血，哇塞，那就等于内消化系统就出血了。是，对，它要在若干个点能表现出这个能量来。对，烧的咱们就说烧的。那老先生是口腔溃疡，哎呦天，这药。所以大家要吃补药千万要小心。对，很多补的本身还不如不补。真的，你觉得累一点之后别急，是吧？慢慢来。我给大家出个就是正常吃饭补气的简单的方法。好啊，就是比如说北方人吧，吃个热馒头，中间加个炒鸡蛋。那吃油的人抹点猪油是吧？不吃猪油的人，现代人加个 cheese 什么之类的是就可以了。是，还有呢，就是红枣在火上烤一下。烤一下之后，用3个红枣，那个茶杯，用开水冲它，10分钟之后开始喝这个枣水，已经就够了，这个气儿够了。你比如说你搬家够累吧，搬了1天家之后，对，喝着3个红枣水，这一缸的水当然这个可以泡6次水都可以来喝。还有呢，就是我刚才说馒头加鸡蛋，那也有人说。大饼加鸡蛋可以吗？可以可以。大饼加鸡蛋，蛋炒饭嘛，再结合上点半截葱，一下就补起来了。我小的时候考试那一天早上都吃大饼加鸡蛋，
就能量十足，就上考场。大饼加鸡蛋啊，我听成大米加鸡蛋，我说那不就是蛋炒饭吗？我们北方人是吃大饼和馒头的。我们南方人就吃蛋炒饭吧，那就。对，还可以把葱都加在里面一起炒，多好。也可以。绝配了。就是你这样吃一点，就是容易接受的，但是能量不是那么强的这些食物，对，就比较安全。就用饮食的方法来补。对，你看大家今天说有人有点虚啊，有点病啥的，说有点年龄或者谁不会有点累的时候啊？对，比如说我盲目吃了很多比较大补的东西，什么人参啊、野山参啊，更多的西洋参啊，都不行。还有什么？燕窝鱼翅啊，对，燕窝鱼翅，海参，鲍鱼。因为家里有钱，我曾见过个小孩，他爸是个富人，他爸是个什么工厂的厂长，一年挣不少钱。他那小孩爱吃海参，哎呀，他爸呀，一个月给他买30来斤，供着小孩吃。你知道，他吃了大概1年多哈，他那个脸和海参的颜色一样，黑的。他们不知道这是危险。我说很危险，千万别让他吃了。他爸妈怎么危险了？哎呀，我说我都很难用现代的科学的方法告诉你，这个小孩会被毒害的，会被毒杀而死啊！你们要小心，别给他吃这个。是海参里有毒吗，师傅？对。哦。高铅。铅。海底里面它吸收这种重金属。我是说，我说的高铅。是你可以理解的一个术语，对。但是，就是它的高蛋白、高脂肪，你都不适合吃那么多。孩子烧了都有。对了，对了。所以就是说，光植物之中哈，植物之中你要会吃都知道，那也能烧死你哎。咱们说的睡眠问题啊，这个大补，我还会发现很多的朋友哈，就是也不懂，比如说。家里头这个厨房里什么吃的都有，有个打开冰箱什么吃的都有，啊，有一个网友，温哥华的，前2天在这儿路过，我正好下去啊，他见到，哎，师傅打扰你一下，我问问，这个我整天听你的课哈，你看我这练的还挺好，我还走八卦，这3天了，我都睡不好，啊，怎么回事？你给我看看，这都。我觉得这有点为难哈，我怎么知道你为啥睡不着？我是说有烦心事吗？基本上都是正常的烦心事儿，它也不至于让我睡不着。吵架了也没有，那肯定烦心没有。这怎么回事？干脆我就追查一下吧，我就耐下性子了，闭着眼睛看一看之后，我说我看着你说要一会儿上卧房睡觉，可是临走那一刹那，在一个塑料袋里。抓了2个圆的东西是啥？你给扔嘴里了。他说是桂圆，2个干桂圆扔嘴里了，吃了，而且2晚上抓了2次吃。他说我还偏头疼，我知道他之前没这毛病，还偏头疼，而且脖子还有点僵直。我说这都是吃这个桂圆吃的。难道这桂圆有这么毒吗？不能吃吗？我说你吃错了时辰。睡觉前不准吃大补的食物，这比较激烈的大补的，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哈。我没做充分的准备，但是我觉得也差不多就这样。比如说人参啊、鹿茸，什么各种的男性壮阳补气的，什么鹿鞭呐、黄狗鞭呐，什么鹿尾啊、鹿胎盘呐、什么桂圆、荔枝。这个东南亚的那个臭家伙叫啥？榴莲啊，还有什么蜜？菠萝蜜啊，那个又臭，但是能量好强的那个家伙，你就傍晚吃了这个东西之后，你知道人家马来西亚人怎么吃呢？脚泡到凉水里，那脚啊踩到地狱冰河之中啊，那泡着凉水澡，吃这个才敢吃2片。你知道北方人去了都不懂，坐在那儿看着夜景，拿2个来，我东北大汉，咔咔，咱有钱，弄开它，我吃2个怎么样呢？你吃2个之后1个礼拜睡不着觉，晚上脸上都长那个刺儿，
啊，像榴莲一样刺儿，啊，说中毒了吗？这也叫中毒，就是这样，能量太热了，所以傍晚的时候就不能吃这个高热量的、高补的这种东西，知道吗？所以第一个影响了睡觉，第二个直接影响到健康。它不光是睡眠不够哦，还是你头痛、脖子疼、眼睛发胀、头发昏，啊，头重脚轻，啊，脑袋发懵，两眼还冒着大金星啊！你看都会作诗了，为这事儿，哎。师傅以前还讲过一个晚上不要吃的，还有啥？就姜。这里必须要说的，姜我想放到最后，结果你给说出来了。哦，着急了。姜也是，不管是姜汁还是姜，知道吗？这个晚上吃姜胜过砒霜。砒霜啊，让武大郎毒死的那个七窍流血的就是他。砒霜就是中国的剧毒啊。晚上吃姜特别伤人，就是因为它这个高热能。所以有像毒一样这个热能的，不光是姜啊，尤其吃到肚子里的。我刚才说的这几种东西都是。还有睡不好的人，你这一天你都不能使用，比如说咖啡，还有绿茶，啊，铁观音茶，还有给稀饭卖一袋儿袋的茶，你千万别沾，那里头有很强的绿茶成分。绿茶成分越多，那么那个海洛因啊，海洛因、咖啡因，反正都是他们亲兄弟，你都吃了它，你就睡不着，啊，就很麻烦，啊，所以这个你要想睡得好，别吃，尤其是晚上。但是说那补品呢就不能吃了吗？能，请放在早上。最好的补养品都是早上吃，效果是最佳的。感恩师傅说早上吃姜，好像参汤。对，赛参汤。对，晚上吃姜胜过砒霜。对，就是早晨吃的姜可以，但是早晨谁闲来没事吃姜啊？就是呢，中午呗。我就是中午，啊，但是别吃太多。啊，就是这样。这个热补的东西啊，到了傍晚吃是最伤害，千万记住，好吧？哎，师傅，这个指导太好了，这个最科学了，这样的。好，还有科学在后头，与吃有关系啊。就是说，你晚上别吃太撑得慌。说师傅撑得我上不来气儿，说我晚上失眠了，还撑死你呢，还这别吃那么饱。就长寿老人都是，尤其是晚饭吃半饱，啊，所以呢，我这做了一首诗，一个对子哈，就是。又健康又美丽，晚上吃饭要小气，啊，还记住了吗？你记住了吗？来，又健康又美丽，晚上吃饭要小气。没错了，对，别那么大方。对，要健康要美丽啊，吃饭一定要挑剔，你不要逮住啥就吃，你要有选择性的吃，尤其遇到年龄之后，对不对？因为今天你这么大岁数了，你不要说早晨吃了油条，晚上又吃豆浆油条。不行，我晚上就想喝点小米粥。像你这体质哈，比如说你这一天吃了一顿，尤其是那个煎饼果子，不行，我都上火。我告诉你，明天哈，你就是火焰山。就是这样，全身冒着火。对。啊，就不知道要烧谁，是吧？靠你近的啊，那是沾着死碰着亡啊。对。第二天我就得。钻水缸里躲着，对，一大群人见阎王啊，就会这样的，那都给烧死他，就是这个东西，你看你以为是素食就那么简单了，不简单，好好研究挺恐怖的，你还要挑着吃，省着吃，还要一定管住自己的嘴，要这样子，你才能又健康又美丽。好，管住。对，当你这些油脂、脂肪吃太多之后。之前咱们有没有讲过？你在眼睛这个附近会长出很多肉包肉粒来啊，那不是直接影响到你的健康问题吗？对不对？你再加上生气来肝郁，所以很年轻30岁，颧骨旁边全是肝斑、黑褐斑，是吧？你找医生，美容医生点掉一次又长一批，对不对？就像那个草原上的草一样，从表面除掉，底下草根很深厚。你灭了这一层，明年又长出来，1年能长出好几茬来，就是灭不掉。所以从内在的
肝斑哈，就内脏受损之后，这个斑你根本挡不住，所以要彻底怎么解决呢？叫釜底抽薪，你别吃那么多的高热量的东西进去，还容易上火的、伤肝、伤肾、伤心的这个东西别吃进去，更不要像我们这个韩国林先生似的吃大补。当然他吃大补不是错，他是不懂，所以有很多人宁可弱死也不能补，叫虚不受补。如果要补，最好是咨询一下医生，尤其是中医，他给你把脉，看看舌头，知道说我给你开一些补方，这个相对安全一些。如果你自己拿这些东西补，特别不安全。但是天下最能补的、最厉害的有一道菜，我就教给大家，那叫八卦内功。你不需要吃，而且绝对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副作用，而且还能健康长寿，还能把你的身体那个健康那个问题给你排解掉，这是最重要的还有很多饮食的这个很好的方法，那么之后呢再抽时间呢再给大家传授，好吧？今天呢听到这些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怎样来把握就能让我们睡得好，怎么样一觉睡到天亮，好吧？这些掌握今天的方法就可以。师傅，咱们也给这个韩国的林先生也给一份小礼物吧。给，对，还有之前的升龙师姐，对，新加坡的那个讲到莲花生心咒的是引发师傅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指导的好，那个师姐。好，给师姐这个这是给师兄的，那师姐的衣服呢？好，这个呢是给韩国的林先生的这个八卦衫又好又便宜又速干又凉爽穿上它还长寿还能辟邪感恩师傅，祝林先生健康长寿如意吉祥。收到，感恩师傅。好，给新加坡，是新加坡吗？是那叫啥师姐？升龙师姐读出这个字儿来了药师佛，药师佛这是药师佛的意思这是梵语的好，祝新加坡的升龙师姐健康长寿如意吉祥。收到，感恩师傅。好，那今天的时间呢也是来到2个半小时了那我们应该圆满了就是明天的话呢我们就同一时间欢迎大家来收看，好吧？明天我们的内容透露也要好，明天我们的直播内容又是师傅可以来指导我们青年人了，所以我们青年人特别爱看，他的爹娘也爱看呐。这次青年人的问题又非常具体，而且他那个内容特别的精彩，你想都想不到特别好玩欢迎呢有孩子的，还有带孩子本身来听，因为假期就来了对，关于这个婚姻问题找工作问题等等的一系列的事情，都是在明天欢迎大家来好，祝大家健康长寿，收到，全家幸福，收到，我们明天再见。感恩师父。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
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滴，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